谁敢信？作为华夏国科研人员的我，在回家时推开门，一脚踏空，竟然意外穿越到1993年4月1号，全家人命运转折的那一天。当年我和朋友在秋名山飙车的时候，一个外国佬跑来，把父亲承包的钢铁厂里滞销的钢管全部买走，只给了1成定金，然后厂里就再也没有收到尾款，60多万美元，也就是300-400万人民币，就这样打了水漂。钢铁厂彻底陷入绝境，最终只能破产。突逢家庭巨变，为了让父亲不再失望，秦川收心懂事，努力学习，考上了大学，给家里争光。等到回家报信的时候，才知道父亲因为还不上银行贷款，已经进去蹲着了。1993年4月1号，我竟然回到了一家人命运转折的这一天。爸，钢铁厂，该死的骗子，不行，我得赶紧过去。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秦川骑上心爱的摩托车，来到了村口。川哥，你果然溜出来了，走，我带你过去会合，还去秋名山飙车。李建设，先等等，我要去厂里找我爸。建设，我记得你爸是咱们县公安局局长。是啊，川哥，怎么突然提他？别吓我。不吓你，有10万火急的事，你过来我跟你说啊。听懂了吗？建设，就靠你了。哦，好，川哥，我马上去跟我爸说。李建设还没启动自己的摩托车，秦川就已经骑着摩托车风风火火地去莱阳钢铁厂。现在国内钢铁产能过剩，咱们好歹能加工钢管。听说一些只炼铁的小厂子已经倒了一批了。咱们当年大炼钢铁的目标终于实现了，但是咱们用不了这么多钢材了。说话间，一辆火红的桑塔纳轿车出现在了钢铁厂门口，一个个头不高、鼻子不挺、皮肤不黑不白的外国佬走了下来，另一边黄皮肤黑眼睛的翻译潘庆玉也走了下来。让，你们这么多人围着干什么？别惊到了我们的尊贵的金德尔公司的采购特使谢特里先生。谢特里先生，这种小地方也没什么好东西，您看合适了就要，不合适咱们就去其他的钢铁厂，首钢、武钢之类的都优先供应给您。进去看看。我们这里主要生产4寸管，质量绝对没问题，省里很多工地都在用。您确定这些都能打包买走？那是当然，谢特里是国外大公司来的，你们这点货对人家来说就是毛毛雨。潘庆玉白了秦建国一眼，然后才翻译过去，然后又是一阵叽里咕噜的话。谢特里先生说了，钢管粗细厚度不均匀，有的还不止，质量很差。不过看你们也不容易，每吨给你们300美元，首付款10%。300美元，现在汇率是5.8，每吨就1700多块钱，以现在这个行情也算能接受了。好，咱们可以接受。尾款什么时候给？货到了工地之后，尾款就会给你们打过来。你们还怕切特里先生欠你们尾款不成？人家可是外国人，切特里先生都不嫌弃你们的钢管质量差，你们还怕什么？签合同的话就趁早，咱们可不想在你们这破地方待得太久。好。就在此时，外面响起了摩托车的轰鸣声，车子的声音飞速而来。秦厂长游手好闲的儿子秦川回来了。秦厂长游手好闲的儿子秦川回来了。爸，不要签约，阿三要是可信，母猪都会上树了。这是从哪里来的二流子？口出狂言，侮辱外宾，小心进去蹲着。喂，停车！翻译比阿三还坏，老子还想着怎么找机会收拾你呢，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让开，刹车坏了。犀利的刹车声响起，摩托车的后轮嗖的一下红了，后车身扫向了潘庆玉。潘庆玉躺在了地上，捂着自己的小腿。撞人了！谋杀，这是谋杀！小兔崽子，你平时不着调也就算了，今天可是厂里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你居然敢回来搞破坏！你这个混账，看我不打死，不砸了你的摩托车！爸，你先等等。秦川目光复杂的看向自己的老爹，这个一直对自己恨铁不成钢，却又一直都在溺爱着自己的男人。爸，儿子以前让你费心了，以后儿子给你撑起一片天。你这个二流子，我告诉你，你摊上事了，你摊上大事了。现在这个翻译先放，先揭开这个骗子的真面目。我是不会帮助你翻译的，你的每一句话都是在侮辱尊贵的外商。不用你，我自己来。You want to buy all our steel pipes with only a 10% down payment? Are you also very good at doing business? If you want to buy, pay the full amount. If you don't want to buy, please leave. Hey, what's going on? Is this the attitude of Easterners towards foreign guests? 喂，外宾已经恼了，快点给外宾道歉。你要是再放肆，我就报警。报吧，我还想等着警察过来抓骗子呢。小川，可不要乱说话。爸，我可没有乱说话。这家伙说用咱们的钢管干什么？盖楼啊！爸，你想想，什么样的大楼能用咱们2000多吨的钢管？这可不是钢筋，这是钢管。一座普通的大楼，主水管加上消防管道，有20吨就足够了。外国都是高楼大厦，你这种乡下的土包子怎么知道？阿三国内目前最高的楼是位于孟买的青奈利克大楼，一共15层，高54米，60年代建造。其他的大楼最高都不超过10层，目前正在建造的 Tall Era 一共12层。
是为一座需要外购建筑材料的大楼，但是负责建造的是 HiPod 公司。这老外说他是什么公司的吗？金德尔公司。金德尔公司是搞机电设备的，根本就不是搞建设的。他们要我们这么多钢管做什么？客户的事情，你问这么多干什么？你说的这些肯定是你瞎编的。你们不想做生意，那就算了。切特里先生，我们走。付全款的话，我当然不会多问，只付1成定金，剩下的9成我们找谁要去？我们可不能像魏家山钢铁厂、长城铸件厂那样，苦等2年都拿不到尾款，最后破产倒闭。切特里听不懂中文，但是那几个厂名还是能听懂的。他的脸色瞬间大变，二话不说，扭头就向桑塔纳车的方向走。切特里先生，等等我！看到切特里要走，潘庆玉也着急了，想要站起来，但是腿上钻心的疼痛让他根本就站不起来。切特里似乎压根就没有要等潘庆玉的意思，命令司机开车。就在此时，门口已经出现了一辆挂着警灯的面包车。想跑，跑得了吗？刚重生回到93年父亲破产的当天，我就骑着摩托车风风火火的来到了钢铁厂。先是故意刹车失灵，撞翻助纣为虐的翻译，然后当场揭露当年骗我父亲倾家荡产，害我父亲蹲大狱的假外商切特里的丑陋嘴脸。脸色大变的切特里丢下狗翻译，想要逃跑。殊不知，我早就联系了好兄弟公安局长的父亲，戴着帽子叔叔拦住了他的去路。想跑，跑得了吗？你是金德尔公司的切特里吗？没错，警察同志，他就是尊贵的外宾，他听不懂我们东方话，外事部门特意派我当他的翻译，这辆车也是外事部门给调的。您要想和他说什么，我来翻译。不过还希望你们严惩这里的恶徒。好，那你告诉他，他在我们东方涉嫌诈骗，我们要带他回去审问。警察同志，你们一定是弄错了，这怎么可能？他可是外宾，外交无小事啊。外国人犯了错也得遵守我们东方的法律，这是我们的国土。外国人怎么了？外国人就比我们高人一等。哼，某些人跪久了就再也站不起来了。警察同志，听到了吗？就是这个家伙，他……你也和我们一起去。警察同志，我可没做什么坏事，我这工作也是上级安排的。切特里先生到底犯了什么错？2年前魏家山钢铁厂、长城铸件厂的诈骗案，骗子只付了1成首付就带走了所有的产品，几千万的尾款一直没有支付，直接导致了这2个厂破产倒闭。原本以为这样的骗子不敢再来了，没想到2年过后又来我们这里行骗，真的是骗子！只付1成首付，剩下的尾款就打水漂了。多亏了小川，要不是有小川及时阻止，咱们也得被骗了，拿不到尾款，我们莱阳钢铁厂也得破产。随后2人被警察铐走，桑塔纳也被警察开上。2辆车离开后，秦建国才从刚刚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小川，你是怎么知道的？对啊，咱们都是干钢铁行业的，也没听说过这些厂子的事，你怎么知道的？各位叔叔伯伯，我每天骑着摩托车，可不是出去闲逛的，也是在为咱们厂的产品找销路。各位叔叔伯伯，我每天骑着摩托车，可不是出去闲逛的，也是在为咱们厂的产品找销路。这个切特里干过的事情我也听说过。哼，外国人里面的坏人也不少。看着一个个熟悉的面孔，秦川的心中感慨万千。我当然知道，因为这是前世的我经历过的，可惜当时我什么都没有做，现在终于解决了这件事。是吗，小川？那你打听到哪里能把咱们的钢管卖出去了吗？打听到了。前世他后来才听人说，钢铁厂被骗的同一天，相距不远的化肥厂却遇到了真正的外国老板，买走了一大批硝酸铵化肥。化肥厂借机做大做强，后来还开了分厂。至于这些外国人采购化肥做什么，10几年之后才有小道消息流出。重来一次，秦川势在必行，山不上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是吗？这可真是太好了。小川，客户在哪里？这个不着急，咱们先把钢管加工一下。加工？你是说套丝吗？没问题，客户需要的话，咱们给包了。不是套丝，算了，和大家伙说不清楚，我给做个示范。先拿一根4寸管出来，上切割机切成3段。切割机尖锐的啸叫声响起，火花飞溅。经过秦川的一通比划，一个前面是尖的，后面是4个梯形尾翼，长度2米，直径11厘米的通体，细长的圆柱形锥体打造了出来。在后世，这家伙可是大名鼎鼎的卡桑火箭弹，4大火箭弹之一，构造简单，使用方便，关键是便宜，可以大批量使用。这不就是一枚火箭弹吗？只不过这也太粗糙了吧！就这东西能飞起来，就算是飞起来了，又有什么准头？等等，小川，违法犯罪的事情咱们可不能干啊！什么违法犯罪？爸，咱们这样一个小型钢铁厂还能造军火？我造的这个不过是个大号的窜天猴而已，而且我要把它卖到国外去。你看，就我这样一改，这一个窜天猴少说也能卖50美元一个。阿三给的价格是300美元一吨，这一根改装过的窜天猴也就是20来公斤，算上去就是6美元左右，咱们却能把它卖到50美元。只有化肥，没有钢管怎么成？重生前的这个时候，某外国老板来这里买化肥，只能回去做炸药用。我上门推销窜天猴，对方绝对会心动。爸，咱们来阳钢铁厂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他了。现在我需要带着他出去推销给外国老板。你要出国？出什么国？省都出不了。咱们隔壁县莱西化肥厂。你要把这管子推销给化肥厂，他们要这管子有什么用？对呀，
小川，你不是说要推销给外国人吗？最近有几个外国人在那边买化肥，我正好凑个热闹。秦川说完，走向自己的摩托车。要想跑得快，还是得一脚踹，把这东西绑自己摩托车上，然后骑着去找外国人推销。爸，你们别闲着，继续按照我的方式做窜天猴。等我把客户忽悠过来的时候，咱们这窜天猴得弄出一批来，让客户看看咱们的实力。说完，秦川骑上摩托车，消失在众人的视线里。秦厂长，咱们真的要做？对啊，这东西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咱都不知道啊。万一要是做了之后卖不出去呢？反正钢管也卖不出去，就按照这小子说的做一批出来。莱西化肥厂，阿马尔先生，这里就是我们的化肥生产线，我们每天都能合成100吨硝酸铵化肥，您要的1万吨硝酸铵，不过就是我们3个月的产量而已。请放心，我们会优先安排您的订单，我们还有2个月的库存，所以1个月后就能给您发货。好的，这样正好能赶上我们起飞的季节，我们的厂后面都在等着起飞。1万吨，这可是大客户，没有外事部门的介绍，他们自己找上来的，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厂长，外面来了个小伙子，说是想要见我们的外国客户，把他轰走。阿马尔先生，我带您去仓库看看，您就知道我们厂的实力了。站住，站住，你不能进去，快拦住他！让开！就在此时，阿马尔却突然喊了一声，他的目光紧紧地盯着那辆飞驰而来的摩托车。摩托车的后面绑着一根奇特的钢管，仿佛有神奇的魔力，让阿马尔感觉到呼吸都开始急促起来。一个急刹停在了众人面前。阿马尔先生，化肥和钢管是绝配，听说您来这里买化肥，我就把我们的钢管给您送来了。只要不是来抢化肥生意的就行，不过化肥和钢管哪里是绝配了？这两者怎么配合使用？这个嘛，如果您决定购买我们的钢管，我们就会提供搭配使用的方案，保证让您满意。如果你们的方案而立，我就会买你们的钢管，多一山。其实也简单，把化肥塞进我们的钢管里，然后人多嘴杂，要不我们找个地方说。好，去我们住的地方说，我们走，回来是宾馆。阿马尔先生，杨厂长，等到回来再谈我们的化肥生意。我这钢管里要灌2种不同的化肥，前半节灌硝酸铵和其他的混合物，可以是木屑，可以是面粉，只要是能燃烧的粉末物体都可以，大概灌1/5左右的长度，中间用挡板隔开，后半节灌白糖和硝酸钾的混合物。这2种混合物要放在锅里加热融化后，倒在圆筒里，做成一个管状的固体发射药。引燃更简单，可以用电池发火，也可以用碾子点燃，射程至少能达到5公里。如果发射药的质量好，或许能飞10公里。引信怎么解决？引信也很简单，只要在尖端部分塞一根钉子，对准里面倒放子弹的底火，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碰撞引信。好，不错，你这个想法很好。当然了，为了避免误触，钉子要在发射的时候再塞进去，同时还需要一根橡皮筋拉住钉子，提供弹性。好，不错，你说的这个挺像图文传可行，但是team为需要这样维系，我们需要看到你用照这种方式做出一个样品来，点火起飞。好，咱们先去找个地方，给你们做一个大号窜天猴，让你们知道火车不是推的，牛逼不是吹的。我用前世记忆造出鼎鼎有名的卡桑火箭弹。就在我准备给尊敬的中东大户展示其威力时，参加过战争退役的王爷爷顺着浓烟找了过来。我在村子里看着这边的机井房冒烟，就知道是你们这群小兔崽子。王爷爷，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阿马尔先生，是我给咱们钢铁厂拉来的客户。阿马尔先生，这位是我爷爷。上过战场，都是过去的事情了。50年代的时候上过战场，消灭过10几个敌人。原来您曾经选择过运动战争，我们都有共同的。阿马尔将敌人2个字硬生生地咽了回去，不能说太多，但是这一刻他已经打定了主意，眼前这些人干过他们正在干的事业，大家都是同志，从同志的手里买东西，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哪怕射程没多远，也得买一批回去。好汉不提当年勇。对了，你们这是在干什么？窜天猴，我把厂子的钢管改的窜天猴，咱们这客户有眼光，打算买一批，但是得先试试效果，我就带他来了。王爷爷，您来过过瘾。作为老军人，王爷爷当然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窜天猴是干什么用的。不过卖给国外客户，那就不用操心了，能赚钱能创汇，这是本事。好，我打过枪放过炮，用刺刀挑死过敌人，不过还真没用过这窜天猴。引信首先被点燃，下一秒窜天猴的尾部冒出来炽热的火焰，向前飞去。阿马尔继续把大拇指放在眼前比对，仅仅动力飞行射程就超过了3公里，继续惯性上抛到最高点，这段距离就妥妥地超过了5公里。窜天猴继续下落，飞到了对面的山坡上。当它砸向对面的时候，尘土飞扬，一个骑着摩托车的身影飞快地向那边接近。窜天猴继续下落，飞到了对面的山坡上。当它砸向对面的时候，尘土飞扬，一个骑着摩托车的身影飞快地向那边接近。太棒了，姐妹有想到把化肥200趟混合到一起药剂，居然真的能当推进剂，还能让钢管飞这么远。亲，这东西多少钱？这种焊接好的成品50美元一根，物美价廉，童叟无欺。好，那咱们先买1万根。
阿马尔先生，窜天猴这东西放少了没有意思，您只买1万根，那才能覆盖多大面积？平均下来，一根覆盖10平方米，也不过10万平米。一个城市有多大，至少也得1万平方千米。你们哪怕买上10万根，也不够在一个城市遍地开花的。咱们东方在过年的时候放烟火，那可是动辄上一个窜天猴的。而且你也应该知道，这东西一旦用了，下次可就不方便采购了，处处受到监督。我劝你们最好还是一次买的多点。Chin, dun salir hui lai, jiu dai wa chu ni men de changzi, woman chin er tom, jiao ding jin, wuxi mei yuen ni gun, woman chin mai shi wan gun. 500万美元的合同就这么谈成了。建国的儿子平时吊儿郎当，没想到关键时候还是能挑大梁的嘛。爸，把咱们的成品给客户看看。咱们这客户打算要10万根窜天猴，批发价50美元一根。我操！50美元一根，10万根，这岂不是有500万美元的收入？上午来的骗砸3，即使付全款，也不过是60来万美元。现在客户只要付2成的定金，那就是100万美元，哪怕不给尾款都成。发财了，发财了！来，秦川，咱们这里已经做好了一批，你带客户先来看看咱们的成品。阿马尔先生，这就是我们的钢铁厂，主要生产钢管和窜天猴，你来参观参观，然后我们去签合同。不用看了，我们直接去签合同。我们先付上的定金，一个月内你们发货，货到了之后我们马上到尾款。好，没问题。办公室里，合同签好，阿马尔拿出来了支票本，250万美元大额支票。阿马尔先生，时间不早了，我带您去城里下馆子，咱们好好吃一顿。不用了，我们还需要去货费厂签合同，购买小算按货费，还得去领交货费厂买小算交货费，我们是这样宝贵。好，那我送你。这化肥和其他成分的混合比例也是很有讲究的。你们试过用铝粉和汽油来混合硝酸铵吗？具体比例是？好，咱们会去了就试试。发射也是有讲究的。我这里还有一种简易发射装置的设计方案，高低角度可调，非常方便。厂里的焊工们忙得不可开交，脸都给熏黑了，肺里也开始难受，有的咳嗽不停，不过还是坚持工作。1个月的时间悄然而过，劳累了1个月的工人们都回家休息去了，货也运走了。看着曾经露天堆满了钢管的地方空下来，秦建国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解套了，250万美元的定金已经带回来了，5.8的汇率换成人民币，那就是1450万。除了拖欠的工资，厂里还给每人发500块钱的加班费，真是太好了。是啊，相当于2个月工资，这钱拿在手里烫手啊！大家以后好好在厂里干，赚的工资绝对比县里的干部还多。小川，这可都是你的功劳啊！咱们还了债，发了工资和奖金，手头还能剩下1000多万，而且货到了客户手里，还有1000多万的尾款。李叔，接下来去香港那边开个账户，后续的尾款直接让客户给咱们打国外账户上。以后咱们想要从国外买什么，直接从国外的账户上划拨。别看咱们给国家赚外汇容易，想要申请外汇花可就难了。小川，你说我们这窜天猴的生意以后还能做下去吗？当然可以，不过咱们这仓库里还剩下1批呢。为了以防万一，咱们最好把这批库存消耗掉之后再说生产水管。那咱们就再等等。厂里这次回笼了不少资金。小川，你说咱们接下来做什么比较好？做什么？接着做煤气罐吧。没错，煤气罐，咱们国家的经济一年比一年好，城里用煤气，农村也开始用煤气，这煤气罐肯定有需求，这还真是一条不错的路线。不过小川，咱们可没造过煤气罐啊，这东西是压力容器，造不好会炸的。我会，国内市场卖不上价钱，咱们造了煤气罐，继续卖给阿马尔他们。至于质量不好，怕炸，阿马尔他们是不会嫌弃的。我利用前世记忆制造出可发射爆炸煤气罐，被国际友人阿马尔以50美元一个的价格采购整整40万个。为了采购到足够的废旧钢材，我带着好兄弟来到毛熊国的尼古拉耶夫造船厂采购废旧钢材，并打起了航母瓦良格号的主意。老兄，见面就是缘分，来，这瓶我请你。非常感谢。他兴奋地接过来，对着酒瓶口咕嘟咕嘟地吹了几大口。看到对方的酒瓶放下，秦川笑了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直接喝掉一整瓶伏特加。你太厉害了，你是个真正的男人。对了，你来这里做什么？我是东方来的废旧金属回收商，我叫秦川，看看这里有没有废钢材可以收购。收购废旧钢材的，你来回收废旧金属，那可真是太好了。对了，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亚罗斯拉夫，尼古拉耶夫造船厂销售科的。我们造船厂有29000吨废旧钢材，你们能治得下吗？秦川当然知道眼前这个男人的身份，否则又怎么会坐到他的旁边？亚罗斯拉夫1963年出生，今年才30来岁，原本只是尼古拉耶夫造船厂生产计划科的一个小小的科员，但是脑子灵活。80年代的时候就有过倒腾各种物资的黑历史，所以等到苏联解体之后，尼古拉耶夫造船厂组建了专门的销售科，就把他给调过去了。他参与过一次次销售谈判，却一次次被西方人忽悠，慢慢的不受重视起来，每天只能跑来买醉。
区几万吨的钢材对我来说只是小儿科，我当然能吃下，但是这价格方面，只要200美元一吨就可以。我们只求有人将那些垃圾弄走。我们的马卡罗夫厂长每天看到那些垃圾都会极度郁闷。价格虽然比国内收购价格贵了点，不过国内收购废铁的质量可绝对比不上这边的废铁。毕竟这29000吨的废铁可是乌里扬诺夫斯克号重型载机巡洋舰的钢材。91年底苏联解体的时候，乌里扬诺夫斯克号已经在船台上开始合拢了。这艘计划满载8万吨的超级战舰已经用掉了29000吨钢材，核反应堆也开始在车间里组装，航母的生产进度超过了30%。但是红色帝国没有了，这艘军舰也不可能继续完成建造了。就在这个时，诺威一家公司找上门来，想要请尼古拉耶夫造船厂建造6艘船舶，船只的吨位很大，只能用乌里扬诺夫斯克号占据的0号船台。同时，一家米国钢铁公司也找上来，说可以收购这艘航母的钢材，每吨450美元。当时造船厂上上下下都很高兴，得到大毛二毛政府的同意之后，喊哩咔嚓的拆成了废铁。然后诺威公司不下订单了，米国钢铁公司不回收了，双方做局1分钱没花，让二毛把全世界最先进的可以和米国超级航母相匹敌的核动力航母给拆解了。马卡罗夫郁闷的差点吐血，如果不是还有西中中的瓦良格号，他估计就要郁郁而终了。200美元一吨不高，但是这也得看你们那些废钢个头的大小。如果废钢的个头太大，那就只能雇佣专门的运输船舶，运费太高。能带我去看看吗？走，我带你去看看。几个人步行来到了造船厂，废旧钢材就在前面。亚罗斯拉夫带着秦川走过几个船台，来到了1号船坞的旁边。这些钢板块头太大了，需要专门的船只才能运输。这29000吨钢材也才500-600万美元，但是如果想要将这些钢材运到我们东方去，恐怕租船的费用就得上千万美元，这不划算啊。景，咱们厂里的工人已经半年没拿到工资了，喝过了这瓶酒，下瓶酒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你得想想办法。你们就不能把这些钢板割得小一些吗？那需要花钱的，要买氧气椅柜，要工人们干活，厂里都没钱了，就连开动吊车的电费都没有了。那就只剩下另一个办法了。什么办法？从你们这里找个不要的船壳，把这些钢板装进去。当秦川说起来不要的船壳的时候，目光望向了附近的西装码头，看向那艘巨大的军舰，那高高昂起的岳飞甲板就仿佛在向他招手一样，那锈迹斑斑的舰体又仿佛在诉说着什么。来吧，来将我带走吧，让我去东方重获新生。当秦川说起来不要的船壳的时候，目光望向了附近的西装码头，看向那艘巨大的军舰，那高高昂起的岳飞甲板就仿佛在向他招手一样，那锈迹斑斑的舰体又仿佛在诉说着什么。来吧，来将我带走吧，让我去东方重获新生。行，这可不行，那艘军舰的命运是不能由我们造船厂来决定的，我们也绝对不可能把它当作废铁卖掉。那可是订单106，是我们造船厂正在西装中的瓦良格号，这艘满载排水量67500吨的超级战舰，虽然现在只完成了70%，但是以后还是有希望能继续完成组装的。大茂海军已经数次过来考察这艘军舰了。没错，我们是不会把瓦良格号当废铁卖掉的。马卡罗夫厂长，这位事情我知道，是废旧金属回收商，您想买钢材可以，但是别想打我们订单106的主意。不，我没有打这艘军舰的主意，我只是有些感慨，你们在西方人手上吃过的大亏。如果订单107没拆解的话，你们或许可以用它来做点什么。能做什么？马卡罗夫的语气依旧冰冷，他已经认定了这些人的动机不纯。我听亚罗斯拉夫说，你们厂连电费都交不起。如果当初那艘订单107安装起来的话，完全可以当个海上浮动核电站，你们的电力问题就彻底解决了。马卡罗夫睁大了眼睛。对啊，自己怎么没想到？整个尼古拉耶夫造船厂的所有人都没有想到，曾经那艘船不用拆解的啊，那是一艘核动力航母。当初拆解的时候，船壳已经要合拢了，核反应堆也已经组装起来了。要再筹集一些钱，就能把船壳对接起来，把核反应堆塞进去，这样就算是不能当航母，也能当发电站。要知道，为了驱动这艘8万吨的超级战舰到30级的高航速，设计师给它配备了4座 KN343压水堆，单堆热功率305兆瓦，带动汽轮机号输出的机械功率是52兆瓦。不用说4座核反应堆，仅仅1座就够他们造船厂使用了。如果上面的核反应堆全部用来发电的话，不用说给整个尼古拉耶夫市供电，就算是给整个州供电都没问题。亲，当初我们要是能遇到你就好了。很多事情得经历了才知道，我们国家在发展经济的道路上也有过很多挫折，还不是一路走了过来。你们也一定可以走过这段最艰苦的时期，走向辉煌的。我们一定能度过危机的。不过我们需要先解决了这些废日钢铁的问题。你确定只能找个空船壳来装吗？如果你们要坚持200美元一吨卖掉的话，那就只能是这样。我知道，非常有，我带你们去看看。在61公社造船厂的船台上，新一级排水量3.6万吨的综合补给舰已经造出来了个壳子，一直放在船台上风吹日晒，拆解了又觉得可惜。现在买家上门了，一辆伏特加轿车载着几个人来到了61公社造船厂，在马卡罗夫的带领下，直接前去找造船厂的厂长瓦列里·波波洛夫。瓦列里，我的朋友，来介绍一下，这位同志叫秦，东方来的废旧金属回收公司的。波波洛夫厂长，很高兴见到您。废旧金属？我们厂可没有废旧金属。
我花费200万美元买下2毛国29000吨废旧航母钢，然后在马卡罗夫厂长的带领下来到6一公社造船厂，决定用这艘未建造完成的综合补给舰当运输船运回祖国。你们想要把那艘买走？你们用它来做什么？运废铁。不行，马列里，看把你着急的。咱们说的不是2毛号，是到加瓦号，也就是那艘1834型。除了2毛号，剩下的半成品你们都可以自己处置，为什么不卖？那艘船完全能建成，成为强大的远洋综合补给舰。我不想让它变成废铁。虽然它看上废铁，但是巡航用的 M70 燃气轮机都已经安装上去了，我们也不可能把它当做废铁卖掉。如果船体能自己航行的话，那我们就省去了拖船的费用。这一路开回去，拖船费用大概需要100万美元。我们可以在这艘船估算的废铁价基础上多给你们100万。如果是加速用的主机装上去了，或许还更值钱。这巡航用的燃气轮机吗？不，100万美元不够，至少要160万美元。这个有些多啊，不过钱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投缘。今天马卡罗夫厂长亲自带着我过来，那就是给我面子。我秦川也不能让马卡罗夫厂长失望，就按照你们说的价格来。不过你们能不能给咱们安装上简易的操作系统，让这艘船能开起来？当然没问题，不过你们得先给钱。可以，我先给你们30万美元的定金，等到你们改好了，把船送到南厂，装上废铁，只要海关检查没问题放行，我立刻付尾款。马卡罗夫厂长，南厂喊您回去，有重要情况。当马卡罗夫回到尼古拉耶夫造船厂的时候，就看到了西装码头那边停着大量的车，尤其是那耀眼的3叉星的车标，他就知道是谁来了。马卡罗夫厂长，切尔诺梅尔金和格罗莫夫等客人已经上去了，库奇马先生在陪同着他们。好，我知道了。看来今天是个好日子，不仅仅有人来将订单107拆成的废铁带走，这艘订单106也将会迎来新生。库奇马先生，我们是带着诚意过来的。我们大毛海军非常期待能将这艘航母继续建造完毕，然后编入我们的海军序列。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支付剩下的30%的建造费用。可是你们怎么能如此的得寸进尺，居然要全部费用？格罗莫夫先生，您应该知道，这艘军舰是我们2毛的财产。你们如果想要的话，那当然是支付全部的建造费用。如果你们只想要付出30%的费用就把它开走，那我们就是在出卖国家。除了我们大毛海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海军可以买走它。如果我们不买，这艘军舰最终的命运就和乌里扬诺夫斯克号一样。这艘军舰本来就是在苏联时代建造的，和你们2毛有什么关系？给你们剩余的30%的费用还不能满足你们的胃口。没错，它是在苏联时代建造的，但是现在它是我们2毛的财产。如果各位不要，我们有权决定将它卖给其他客户。你们敢？马卡罗夫的心中突然涌起了一股悲哀。马卡罗夫厂长，你终于来了，你给我们评评理。你说我们是不是该支付剩下的30%，而不是全部？马卡罗夫，别忘记你现在是哪个国家的。各位，瓦良格号已经不可能完工了。为什么？想要让航母完工，你需要什么？只要你需要什么，我们就满足你什么。苏联、党中央、国家计划委员会、军事工业委员会和9个国防工业部、600个相关专业、8000家配套厂家，需要一个伟大的国家才能完成。他们在来的时候还都充满期待，但是现在他们也都明白过来了，这艘航母注定无法建成，因为那个强大的国家已经不存在了。这夕阳真美啊！美，外国的月亮是圆的，外国的太阳也是美的，外国的女人呢？建设，你看街上这么多漂亮的女人，动心不？你要是看上了，咱们只需要花10美元就能让这种女人陪你玩一个晚上。川哥，你说啥呢？咱们兄弟曾经当混子的时候可以吃喝玩乐，但是绝对不嫖不赌不抽，这可是当年你立下的规矩，你都忘记了？秦川带着李建设边走边看，不久就来到了城市中心的马克帕拉斯酒店。酒店门口站着一名金发碧眼大长腿的身影，身材火辣，衣服暴露。你们需不需要？不需要，让开！下一秒，有什么东西从女郎的手里滑落下去，滚到了秦川的脚下。建设，你这个蠢货，这是碰瓷的，懂不懂？咦，这东西，这是列宁勋章，而且是金头版，总共发行了2000枚的列宁勋章。对不起，非常抱歉。没关系，如果你们真的有心的话，还请帮忙买走这块勋章，只要500美元就行，求求你们。93年，国际金价409美元每盎司，一盎司则是28.35克。列宁勋章全重33.6克，其中黄金使用量为28克。可以说，对方要的价格就是比金价稍稍高一些而已，并没有附加这款勋章本身荣誉带来的价值。你这勋章表面灰溜溜的，看上去一点都不像是真正的黄金，该不会是假的吧？不，这是真的。这枚列宁勋章是我爷爷的，当年在他的指挥下，成功的把一艘战列舰主炮塔给捞起来，改装到了海岸上使用，还参加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保卫战。这艘战列舰的名字叫玛利亚皇后号。没错，就是。您怎么知道？你的爷爷是不是叫齐利金·穆科列维奇·费多托夫？您认识我的爷爷？我当然知道了。
齐利基穆科列维奇·费多托夫，苏联号战列舰的设计师啊。前世我读过这个老爷子的传记，知道他在沙皇时期就是著名的军舰设计师。当时的战列舰因为1号炮塔殉爆沉了，他就把剩余的炮塔打捞起来，搞了个暗防炮。老爷子不会挂了吧？我叫纳杰斯达·伊万诺维奇·费多托采娃，您可以叫我娜佳。你爷爷最近怎样？你怎么偷偷把他的荣誉勋章给拿出来卖了？这不太好吧？我的爷爷在医院里交不起医疗费，所以……怎么会？你爷爷这样的功臣？是啊，如果今天再交不起住院费，我爷爷就要被赶出来了。求求你帮帮我，如果你看不上这块列宁勋章的话，我也可以做其他任何事情。走吧，带我去看看你的爷爷。李建设好奇地跟在秦川的身后，犹豫了几次，还是没忍住。川哥，你这是谈好了价格吗？你如果真的想去酒店里就可以了。你的爷爷是不是叫齐利金·穆科列维奇·费多托夫？是啊，如果今天再交不起住院费，我爷爷就要被赶出来了。求求你帮帮我，如果你看不上这块列宁勋章的话，我也可以做其他任何事情。走吧，带我去看看你的爷爷。怎么回事？上个星期的住院费只有5万库邦，这个星期居然要20万库邦。没错，医院采购各种物资的成本也在飞涨，我们的库邦已经成废纸了。20万也是这个星期的价格，下个星期可能还会涨。你们想要稳定的金额，那就拿美元来，交不交？你要是不交的话，就给费多托夫办理出院手续。男人一边说一边掏口袋，但是根本就掏不出这么多钱来。如果换算成美元是多少？我得交1个月的。娜佳，这位是姑父，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东方来的朋友秦川。这位是我的姑父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巴比奇。巴比奇先生，很高兴认识你，我先给你们交钱，咱们接下来再说。秦川知道齐利金·穆科列维奇·费多托夫不仅仅因为他是著名的军舰设计师，更因为这老爷子女婿叫做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巴比奇。我们的辽宁号破茧重生，离不开他的帮助。他可是老毛子的航母之父。秦川拿出来了10张100美元的大面额钞票，直接给他的岳父交了住院费。不用说1个月了，3个月估计都够了。病房里，老人插着氧气管，静静地躺着。秦川在门口看了几眼。建设，我们走吧。等等，多谢你们的帮忙，这笔钱我们会想办法还的。你们要不要留个联系方式？不用了，老先生为国家奉献了一生，到了晚年却遭遇了这种情况。我既然遇到了，就略尽微薄之力，压根也没想着要报酬。你们不用送了，留下来照顾老先生吧。姑父，我去送他们。纳杰斯达，你回去吧，照顾好你的爷爷。秦，你要是能叫我娜佳就更好了。那家回去吧，再见。一路向回走，李建设的疑问如连珠炮一般。这老爷子什么来头啊？军舰设计师，那个巴比奇居然还是航母设计师，这样的人在咱们东方也是部门领导吧？怎么混的住院都交不起钱？这么说来，咱们这次是收买人心了。那干嘛不留下地址，甚至将他们忽悠过去？哪里有这么快的？第一次见面就忽悠人家去东方，肯吗？不仅仅不肯，估计还得怀疑咱们动机不纯。再说了，咱们现在忽悠过去了也没用，得把航母开回去了才行啊。川哥，这外国人的名字怎么叽里咕噜一大串啊？老毛子的名字由3部分组成，最前面的是自己的名字，中间的是爹的名字，最后面是姓氏。陌生人见面喊全称，稍微熟悉一点的喊姓氏，最熟悉的喊前面的名字。我怎么听着你后来还喊他那家？那家是纳杰斯达的爱称，或者说是小名。爱称，你们已经确定恋爱关系了？你瞎说啥呢？走，肚子饿了，旁边饭店吃点去。秦川和李建设刚回到酒店休息，门外就传来了敲门声。是谁？我，娜佳。秦川诧异地打开门，看着门口的人，此时正在含情脉脉地看着他。秦，回去之后，我的脑子里满满的都是你的影子，我想我已经爱上了你。打住，大家，我有老婆有孩子，我对你只有同情没有感情，你回去吧，我们以后还是好朋友。门口，奈杰斯达满脸的委屈，慢慢走开下了楼，到了酒店门口。姑父，他不是为了我的身子，难道他真的是为了岳父？看来是我低估了他，这个人可能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只有东方人才是真心真意帮助我们的。今天我还听说造船厂那边来了个废旧金属回收商，愿意高价回收我们的废钢。姑父，你说的这个废旧金属回收商会不会就是秦？一觉睡到中午自然醒，带着李建设吃点东西，晃晃悠悠的来到造船厂的时候，他才惊讶的发现，那空壳已经停靠到了0号船台旁，900吨的龙门吊正在把那些拆解下来的钢板吊上去。秦，你终于来了，这废旧钢铁已经开始装船了。按照咱们当初的约定，这船货物价值580万美元，你打算怎么支付？给你们写个支票就行，还是先给你们付1成的定金，等到海关验货，手续齐全尾款。秦，你真是我们的好朋友。亚罗斯拉夫，我的朋友，昨天我在你们这里转了一圈，发现你们这里的物资极其匮乏，你们想不想赚更多的钱？怎么赚？剩下的货款我们可以一次性付清，也可以用货物来抵账。我们东方有大量物美价廉的农产品和轻工业产品，我给你们弄500多万美元的货物，到了你们这里至少能卖上1000万美元，甚至更多。秦，我们国内缺乏各种物资，的确需要你说的这些，但是我们是造船厂，不是商贸公司，我们就算是拿到了货，也不知道怎么把它卖出去。这有什么难的？你们造船厂少说有几千职工，每人分几百美元的货就行，让他们出去卖，还可以只收他们成本，多出来的钱都是他们的福利。这样一来，
你们尼古拉耶夫造船厂就能成为整个二毛境内福利待遇最好的单位。秦说的这个办法不错，果然是你。秦说的这个办法不错，果然是你。东方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巴比奇，怎么是你？秦，感谢你的帮助，你的这个提议真不错。对了，最容易推销出去的产品是不是酒啊？不，酒不能让他们推销，否则他们不会卖出去的，只会喝掉。你们倒是可以把酒当做奖励，卖够了货物就给酒当奖励。马卡罗夫厂长，你觉得这个提议如何？厂里的工人已经很久没拿到工资了，如果能将这些钱全部换成货物，也可以当做职工的工资发下去。但是你如何能保证把货物给我们送过来？货物是现成的，我只要给国内打个电报，那边就能发货过来。当然了，如果你们还是觉得不放心，可以跟我一起到东方去看看，我们两边同时发货。对了，这艘船装好了废旧钢铁之后，也需要从你们这里雇佣一批水手，把船开到东方去。你们造船厂可以派几个人跟着，等到我们的货到了，这艘船在开进港办理通关手续。好，那就从我们造船厂挑选几个小伙子，给你们把人开过去。好，对你们派来的船员，咱们每人每天给发30美元的工资，出发之前先得结30天的。厂长，我想去。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别人可以去，就是亚罗斯拉夫不行，他和秦川已经成了好朋友。万一这边没收到货，他那边直接把船给开港口去了怎么办？我去吧，秦，你给我的岳父垫付了900美元，所以你就别给我钱了，剩下的100美元我会想办法再送给你的。曾经的航母设计师居然要沦落到当水手赚外快，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秦川点头，他也没想到巴比奇会主动请缨，不过巴比奇到了东方，那就别想走了。我带着毛熊国的航母之父，趁着涨潮之际，将一艘载有29000吨废旧钢铁的还未建成的综合补给舰开上了海滩。此时，整个沙滩已经被全面封锁，二叔和海军领导们正严阵以待。二叔用搞这么大的阵仗吗？秦，这是怎么回事？没事，我二叔听说我回来了，特意来迎接。迎接就迎接呗，摆这么大排场。二叔？是的，就是我爸爸的弟弟。你二叔这么厉害，绝对是军队大佬啊！秦，能给我介绍一下你的二叔吗？二叔，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巴比奇，我在二毛那边交的好朋友。秦川还没说呢，跟在秦建泰旁边的那名老人突然兴奋起来。瓦列里·巴比奇，你是苏联17航母的设计师？我们不叫航母，叫做重型载机巡洋舰。你是？巴比奇先生，这真是缘分啊！我是潘敬福，50年代我曾经去过苏联留学，曾经在涅瓦设计局参观过，还去过尼古拉耶夫造船厂。我听设计局里的人说过您是东方优秀的军舰设计师。二叔，既然大家伙都认识，那我们得好好的聊聊天。咱们去县城找个饭店，一边吃一边聊如何？一路上我还在想着怎么把巴比奇留下来呢。现在正好2位设计师相遇，有共同的话题，说个3天3夜也说不完。到时候老毛子水手就走了，把巴比奇一个人留下来就好。二叔，我得先安排一下卸货，你们稍等。秦川将废旧钢板如何处理的详细方法告诉秦建国后，随后就上了秦建泰的车，来阳县城最好的饭店东兴楼。巴比奇兄弟远来是客，来，咱们敬你一杯。来阳县城最好的饭店东兴楼。巴比奇兄弟远来是客，来，咱们敬你一杯。没错，巴比奇先生一路上跟着我们在海上飘荡，真是辛苦了，我秦川得敬巴比奇先生一杯。3杯酒下肚，双方的关系也热络起来了。巴比奇先生，听说苏联解体之后，您留在了二毛，在那里过得如何？最近几年一直在家里写书。不过，巴比奇兄弟，你最拿手的工作是设计和督造军舰，这写书就是纸上谈兵，哪里有造军舰有趣？你如果想要重操旧业，来咱们这边如何？是啊，我们目前正在设计建造的112驱逐舰，质量一流，性能先进，在海试中还曾经跑到了34节的高航速。不过，美制的 LM2500燃气轮机已经没有机会再拿到了。我们接下来的军舰建造也需要和你们合作。巴比奇先生，我诚挚地邀请您加入我们。二叔，你这么大岁数了，这处话办事咋还是千年火候啊？你们2人这番邀请根本就没有抓住重点啊！咱们需要巴比奇，关巴比奇什么事？你要邀请他，就得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二叔，巴比奇先生是自己人，也不用和他藏着掖着，把咱们的航母计划和他说说。巴比奇先生，别看咱们现在还没有航母，但是咱们一直都是在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秦川也没指望在座的人能配合他，只能自己忽悠了。还是我来给你介绍吧。在70年代，咱们就在秘密的进行航母工程，计划建造一艘3万吨级的轻型航母。后来因为资金不足，优先发展核潜艇，才转入了技术储备。到了85年，咱们从澳大利亚购买了退役航母墨尔本号，就是为了研究上面的技术。后来咱们还考察过美国的航母，在这些基础上，咱们又提出了新的航母计划，代号。潘老睁大了眼睛，你小子怎么知道的？看着潘老的眼神，秦川就知道自己可千万不能把891工程的代号说出来，否则就可能进去了。代号是啥来着？我也记不清了。总之，这个计划是要研制中型航母，排水量和尼古拉耶夫造船厂里的那艘差不多舰载机的话，使用我们的歼七和歼八。目前这些项目都在稳步推进之中。巴比奇先生，您如果还想要真刀真枪的干航母，那就加入我们吧。对不起，巴比奇先生，如果您放心不下那艘瓦良格号，那我可以保证以后有机会我把它买下来，开回国内来改装，由您亲自操刀。巴比奇先生，如果您放心不下那艘瓦良格号，那我可以保证以后有机会我把它买下来，开回国内来改装，由您亲自操刀。真的？
巴比奇的呼吸急促起来了。唯一让他能留在二毛那边，不愿意离开的重要原因就是瓦良格号。不可能的，他们不会允许瓦良格号卖掉的。但是他们没钱啊，瓦良格号是二毛的财产，大毛想要购买就需要付全款，而大毛只想要付剩下的30%，甚至大毛就连剩下的30%经费都没有。你怎么知道的？这件事拖下去，双方都会灰心，到了那个时候，瓦良格号就会交给造船厂自行处理，我这个废旧钢铁贩子就有机会了。秦建泰和潘老两人都没有说话，只是听秦川一个人的表演，越听越是心惊，越听越是激动。你确定？巴比奇先生，发誓什么的都没有意义，承诺也没有效力，我可以转200万美元到您的账户上。我操！作为购买瓦良格号的定金，5年之内，如果我们没有展开购买行动，那这笔钱就是您的。定金是给造船厂的，不是给我的，我也不需要这笔钱。但事情我相信你了，我愿意留下来。来，咱们共同举杯，欢迎巴比奇先生留在我们东方。巴比奇先生，目前我们国内正在进行819工程，我代表项目组欢迎您加入。各位，航母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你们东方有准备吗？如果没有技术储备的话，航母是很难建成的。单单航母需要的钢材，全球也只有几个国家能建造，哪怕一个小小的阻拦索，也是一个国家工业基础的考验。这有什么难的？巴比奇先生，咱们早就有技术储备了，哪怕咱们小小的莱阳钢铁厂，也能把阻拦索给造出来。你能造出来？是啊，阻拦索没什么高大上的，只要有拉丝机、编织机等设备，再外购一些原料就行。亲，你说的这些是生产钢丝绳的吧？阻拦索可不是简单的钢丝绳。我当然知道，不是简单的钢丝绳，屈服强度要达到1500兆帕以上，冲击韧性的要求也要大于150焦每平方厘米。对咱们民企来说，这不算什么难事。好，那我就留在你们莱阳钢铁厂，先看看你们怎么把这种钢丝绳造出来。好，目的终于达到了。好容易把巴比奇忽悠过来，要是直接给别人做嫁衣，还有些舍不得。巴比奇就留在咱们钢铁厂好了。我从二毛国买回废旧的航母钢材，并带回前苏联航母之父，被身为海军大佬的二叔带着来到首都，向海军首长汇报工作。没想到见到了我心目中的偶像。这不是刘老吗？当年他去漂亮国参观过尼米兹航母，那张探着身子、踮着脚尖，像小学生一样考察的照片，不知道让多少人潸然泪下。这位小同志就是这次立了大功的秦川吧？胆子够大，这么年轻就敢跑去老毛子那边当倒爷，赶紧给咱们说说吧。是，咱们莱西钢铁厂属于小型钢铁厂，使用废铁炼钢，在国内收不到废铁之后，咱们只能转向国外。我打听到二毛那边拆解了乌里扬诺夫斯克号航母的钢材没有卖掉，就冒险过去一趟，还好把废钢给买回来了。那些钢材能重新当航母钢材使用吗？钢板都已经被切割成了各种形状，而且在建造的过程中进行过加工，肯定不能直接用。如果回炉重新加工，估计也够呛，毕竟材料虽然没变，但是我们没有相关加工工艺。众人的表情有些失望，原本还以为把钢板全部带回来，然后焊接重新复原，不过想想也是不靠谱。那些钢材我们可以分析内部成分，为我们生产质量更好的建用钢材做准备。同时，秦川他们不仅仅带回来了钢材里面还藏着好东西，比如说动力系统，有2台小功率燃气轮机和2台燃油锅炉。没错，2台 KVG-4 型燃油锅炉和库兹涅佐夫号、瓦良格号上使用的锅炉一样，整体性能和小鹰级也在同一个水准上。好，不错，至少能给我们解决航母的心脏问题。这个锅炉的仿制项目要尽快展开。是，我们立刻安排滨城锅炉厂生产。秦川同志，我代表海军感谢你的贡献，还请你尽快把锅炉交给咱们。这个当然没问题，我就知道海军需要。这2台锅炉是我买通了造船厂的人才弄到手的，每台价值100万。什么？这2台锅炉居然要200万人民币？我倒是想给人民币，那边也不认啊。在场的人都沉默了。到目前为止，航母也只是在论证，上级拨款只是论证经费。他们原本以为这些锅炉是废铁堆里带回来的，不值钱，没想到居然这么贵。小川，有发票吗？二叔，这种事情还能开发票？收据都没有，去老毛子那边倒腾各种东西，都是私下里做的，不用说锅炉、核弹都能弄过来，这怎么可能有发票？就算是有表面交易，背后打通关系，也得花很多钱。二毛那艘瓦良格号，以后如果能买的话，表面价格或许2000万，但是背后打通关系，或许得上亿。你能把瓦良格号买回来？现在不行，以后找机会吧。对了，看起来各位领导好像很为难。咱们莱阳钢铁厂虽然只是个小小的民营企业，但是也心怀国家。如果海军需要，咱们可以贡献出来。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海军保卫我们的祖国，就没有我们的安定环境，哪里能规规矩矩做生意？这小子厉害啊！哪怕海军真不给他1分钱，这次关系也打好了，以后好处有很多。当然了，如果各位领导信任我们的话，也可以把这个锅炉的仿制任务交给我们，我们不用上级拨1分钱，自己测绘仿制，海军检测合格了，直接付给我们生产费用就行。秦川，你们钢铁厂有这个技术实力吗？对呀，锅炉那可是压力容器，航母用的锅炉更是高压容器，如果技术不达标，一个焊缝出现裂纹都可能会造成可怕的后果。煤气罐也是高压容器啊，
咱们来洋厂不也在批量生产？别看咱们只是个民企，我爸可是从首钢过去的，咱们厂里的技术骨干都是首钢人。小川，你可得想好了，航母锅炉这东西属于特殊的高压容器，不仅仅制造复杂，标准很高，而且订单数量还很少。是，二叔，我已经想好了。现在既然部队有困难，咱们就得给部队分担一些。没有军队保卫国家，哪里有我们和平发展的环境？哪里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负重前行。说得好，咱们祖国人民可以感受岁月静好，就是因为有我们军队，我们的军工人在负重前行。小川，你是个有理想、有爱国情操的优秀青年，这个项目就交给你了，好好努力。是，请领导放心，我们绝对不会辜负各位领导的期待。秦川，你不是答应了巴比奇说要研制航母阻拦索来着？阻拦索，小川，你还懂这个？阻拦索说起来高大上，其实也不过就是一根钢丝绳而已。我们厂只要有设备，就能试制阻拦索。好，这个项目咱们可以给你们拨一部分资金，先给你们100万。刚刚说锅炉仿制海军没有出钱，刘老已经觉得不好意思了。现在又听说秦川要搞阻拦索，不管成不成，先从891工程的经费中挪一笔过来。刘老，咱们的经费也很紧张啊。刘老，咱们不用海军的经费，毕竟又不是专门造阻拦索，造出来之后还能给其他公司搞配套。不过我们需要购买设备，而且我们钢铁厂的地方不够大，就算是买回来设备，恐怕也没地方堆放。如果部队能给我们联系一块工业用地就好了。小川，你前面表现得不错，已经得到了这些领导的好感，可不能狮子大开口啊！你们莱阳钢铁厂在莱阳找块地就行了，干嘛去省城？虽然部队可以给你找关系，但是这钱还得你出，那么大一块地可不便宜啊！你们能有多少钱？不行，接下来咱们的生意将会以从国外购买废旧船只回来拆卸为主，省城不挨着海不合适。我看青岛就不错，找一块海滩。开什么玩笑？去青岛那里有军港，有进出口的海港，你们去合适吗？不过青岛又比较远，不方便，那就在我们钢铁厂附近的海滩吧，把附近那块地都给我们。没问题，咱们帮忙协调，卸货那边的海滩都划拨给你们，反正也不是耕地，你们不用出钱，咱们打个招呼就行了。多谢各位领导。对了，我们还想要在附近几座山里开矿，万一能找到煤炭和钢铁资源，我们钢铁厂就能更好的生产经营了，也能带着更多的乡亲们致富。没问题，咱们一起给你们协调了。为了让东方提前进入航母时代，我将一艘装有和航母同型号的燃油锅炉、燃气轮机的综合补给舰花去购买回来。海军首长刘老力排众议，让我和莱阳钢铁厂承接下了航母 KVG4型燃油锅炉的仿制任务，这让实力雄厚的北方冰城锅炉厂十分不爽。民企什么时候跑去国外采购设备了？不过既然是民企，咱们还真不能要求上级直接调拨过来。多少钱？咱们冰城锅炉厂不差钱，买过来就是了。30-50万的，咱们咬咬牙就出了。厂里也别在乎这几个小钱，咱们是国内最大的锅炉企业，咱们不上谁上？30-50万，你想的太简单了。100万？啥？100万人民币？那的确有些贵了。是美元，还是1台？2台的话要200万美元。所以上级经过一番斟酌，还是把仿制任务直接交给了这个民企。这样一来，采购费用省了，研发费用也省了。胡闹！民企能干啥？造一些轻工业产品，手电筒、暖水瓶之类的还行。这可是锅炉，还是最先进的航母锅炉。别的不说，仅仅是管道就有几百个大气压。民企能保证焊接可靠，一个裂纹就可以让轮机舱变成人间地狱。虽说最近咱们的民企发展的是不错，还出口创汇了，但是不过就是什么窜天猴、煤气罐之类的。你也知道这个民企？对啊，叫什么莱阳钢铁厂，弄回航母锅炉来的就是这个厂子。郭厂长，我想去一趟。去干啥？厂里可是已经做决定了，肯定不会出这笔钱的。200万美元啊，要是30-50万人民币，厂里也就拿了。就是想要去看看。好，去看可以，但是你要记住，你可是咱们冰城锅炉厂的技术科科长，这里才是你的家。对了，在装备部门的秦领导和这个厂的厂长是亲戚关系，你南下之后可以先去找秦领导，有他的介绍你会更容易一些。好的。于红星怀着激动和期待的心情南下。就在此时，莱阳钢铁厂迎来了一个大客户。李科长你好了。就在此时，莱阳钢铁厂迎来了一个大客户。李科长你好了。我们南方经济发展很快的了，现在煤气罐极度缺乏的了。潘老板，非常抱歉，咱们厂目前生产的煤气罐都是出口的，时间紧，任务重，恐怕没办法给您供货。不过您放心，等到咱们这批货交了之后，下一批货就给您。好的啦，你们能出口创汇也很不错的啦。不过总能给我几个样品吧？对了。最后这句话明显没有模仿像啊！什么南方来的大老板，话都不利索，还是个高个子，一看就是北方大汉，肯定是假冒的。这年头做生意骗子太多了，不过也不能现在就戳破他，先看看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钢丝的生产设备还没到，阻拦索就没法生产出来。上级派了个翻译过来，专门陪着巴比奇。这几天没事就带巴比奇去省城逛逛，看看孔庙啥的，让他感受一下东方博大精深的文化。川哥，你怎么在这里？门口来了个中年人，
拿着你二叔的介绍信，说要来这里看看。又一个骗子，走，咱们去看看。你就是小川吧？我在首都那边见过了你二叔，他说了你的事情。小川，你真是太厉害了，你给咱们海军，给咱们国家立了大功。这个应该不是骗子，但是比骗子更可恶，很可能是来白嫖的。虽然在开会的时候，刘老都拍板了，没冰城锅炉厂什么事了，不过他们很可能不死心，还想要做点什么。既然这样，嘿嘿嘿，那边还有个骗子。好啊，既然这样，咱们来个一箭双雕。没错，是我。既然你是二叔介绍的，那就是咱们自己人。走，去咱们办公室聊。我不好，我肚子疼。建设，你带客人去办公室，然后给我送纸来。川哥，啥情况？做个局，来个一箭双雕。好啊，用找我爸吗？不用，叫小二黑来就行，打他的呼机。李科长，你们这么多煤气罐了，给我弄一车怎么样了？抱歉，这些都是出口的，咱们给你弄10个样品，这已经是我最大的权利了。李科长，咱们厂又来客人了，你赶紧过去吧。可是这里，放心，不就是给客户几个煤气罐样品吗？我来，保证不会怠慢了客户。好，潘老板，抱歉失陪了。没事，李科长，您去忙吧。对了，潘老板，你想要更多的煤气罐？是的啦。这好办，我偷偷给你弄一车，但是你得把钱给我，一个100，100个就是1万，你有钱吗？当然有的啦，不过你的话可靠吗？当然，我就负责管这里的库房，生产出来多少个，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给你弄100个，给我1万，怎么样？2万块钱小意思啦，但是啦。但是什么？你要是给我1万块钱，我就送你个宝贝。什么宝贝啦？上次厂里从老毛子那里弄回来的好东西，装在木箱里，我估摸着应该是台机器设备，应该就是生产煤气罐的。好，把这东西给我。5万块，干了这一票，我也得提桶跑路。你这大老板弄回去机器设备，自己就能生产煤气罐，也不用跑这里购买了。5万块绝对值。5万块有些多的啦，5万块有些多的啦。他带来的保镖其实就是厂里老工人的儿子，手里拎着的那个公文包也只有2万块而已。哼，你还南方的大老板呢，这点钱都舍不得。算了算了，这样的啦，我给你2万定金，再打个3万块钱的欠条，留下地址，你拿着欠条去南方找我的啦。我在南方有大工厂的啦，你去了请你当车间主任，不当我的秘书的啦。4万的欠条，你还大老板呢，不识数。好的啦，反正欠条压根也没打算给，多少都行。潘云才接过李建设递来的空白账本，在上面刷刷的写好了欠条，然后又给保镖使了个眼色，把2万块钱一起递到了李建设的手里。好，需要我给你们找辆车吗？不用，咱们自己去找，出去到公路上拦一辆。很快，一辆货车就开了进来，开车的正是小二黑。来，于叔，喝水。你是我二叔的朋友，那咱们就是一家人。您来这里有什么事？听说你们这里有2台先进的建用锅炉，你于叔我造了半辈子的锅炉，还没见过航母锅炉长什么样，所以就厚着脸皮过来了，想要看看。看看？是啊，这种锅炉每小时能生产蒸汽上100吨，温度300多摄氏度，比咱们现在生产的所有锅炉都好用，所以我很想亲眼看看是怎么设计的。小川，又来客人了。冰城锅炉厂的。冰城锅炉厂，大企业啊。当年的156个元件项目之一，你到我们这里来做什么？需要咱们配合的，绝对没二话。老于，你大老远的过来，肯定是又累又饿，先去咱们食堂吃点。不用了，我不饿，我就想要看看老毛子的锅炉是怎么设计的。于叔，走，我带你去库房，从老毛子那里弄回来的好东西就放在库房里。秦川很热情地带着于红星来到了库房。怎么回事？我们放在库房最里面的2个大木箱呢？客户带走了啊？啥？哪个客户？就是那个南方来的侉子，说是和李叔说好了，钱也给了。要了100个煤气罐，还要了那2个大箱子。李叔有问题吗？我只答应了10个煤气罐样品，他也只给了10个的钱。啥？奶奶的，被骗了！放心，我立刻给我爸打电话，一定要把被骗的东西要回来。不，这得通知军队，这件事不简单。在我的精心布置下，2个骗子将国内第1台航母锅炉给偷回了东风机械厂。等他们把木箱给撬开后，外面警笛呼啸，一辆辆车直接开了进来。立刻把他们都抓起来，把整个工厂查封。喂，你们想要干什么？我要问你们干什么？你们居然敢偷盗！我们没有，这些煤气罐是我们买来的。锅炉呢？这些锅炉可是军队的涉密产品，你们从哪里买来的？还想要狡辩？这不是锅炉，这是我们买来的生产煤气罐的设备。生产煤气罐的设备有这样的吗？你们就没有一个懂俄文的吗？郭庆还真懂，刚刚的时候只是没有来得及看而已。等到他胆战心惊的凑过去，看清楚了那些字，脸色一下子就白。KVG-4型燃油锅炉，列宁格勒锅炉厂。冤枉啊！我真的不知道那些是锅炉啊！少废话，把你行骗的过程说出来。我没有骗人，没骗人，你装南方人，
去莱阳厂买煤气罐，不是行骗是什么？只交了10个的钱，却弄了一车回去，老实交代，可别想糊弄过去。这只是咱们一时糊涂，想要搞垮了莱阳钢铁厂。不过咱们真的不知道那是国外弄来的锅炉啊。好啊，果然有内幕，说老实交代。是，我坦白。刘老，那些偷锅炉的人只交代了想要用煤气罐的质量问题来搞垮莱阳钢铁厂，死活不承认他们偷锅炉的犯罪事实。不过锅炉就在他们厂，他们抵赖也没用，偷到已经是既成事实了。83年之后，社会风气明显好转，可惜10年时间一晃而过，社会上人心浮躁，违法犯罪的活动是越来越多，又该再来一次了。多亏当地的同志办事干脆利落高效，这才没出大事。多亏了当地的干部，那个叫李刚的的确是个人才。对了，东风机械厂已经被查封了，下一步该怎么处理？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该判刑判刑，该罚款罚款，没钱的话厂里的设备该拍卖就拍卖。等到秘书出去，刘老的目光望向桌面，那里摆着一个航母的模型。小川，你可真能耐啊！不过你给军队出了大力，给你撑腰也是应该的，只要你能做到你承诺的那些事情。小程，你们把这些东西运回去，估算下重量，按照废铁价给相关部门交钱就行。咱们虽然不缺废铁了，但是给相关部门处理一下废品，那也是理所当然的。等等，这台是什么？拉丝机。接下来造钢丝绳，第一步就是拉丝，有了这台机器，就省得再去采购了。李伯伯，这次辛苦你们了。小程，这个不必了，李伯伯得感谢你，很快又要升了，要离开县城了。不过你放心，有啥事打个电话，李伯伯一定帮你。奥迪车开回到莱阳钢铁厂办公室里，一阵叽里哇啦的鸟语响起，然后又是一个翻译过来的声音：听说你们把尼古拉耶夫造船厂的那批废旧钢材买回来了，我们很是惊讶。其实我们神户制钢所也早就看上了这批废旧钢材，只是还没有行动而已。现在我们希望能从你们手里买走其中38毫米厚的钢板，你们买的价格是200美元一吨，加上运费也不到400美元，我们愿意出500美元一吨的价格。神户制钢所，造假大王，又一个占便宜的来了。当初钢材在老毛子手里的时候，谁都不去买，因为他们没办法运回去。现在我成功的把钢材运回来，而且还把钢材分门别类了，岛国人才找上来，想要捡现成的便宜。秦厂长，石野裕通先生可是专程过来的，你们可别让我们的岛国客人失望啊！石野裕通先生，非常抱歉，那批钢材是我的儿子弄回来的，所以我没有权利决定。石野裕通先生还有很多工作，抽空来你们莱阳厂一趟，那是你们的运气。听说您是首钢出来的，应该知道神户制钢所是多大的企业吧？他们可是世界500强钢铁行业的老大。咱们石野裕通先生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你们不赶紧决定，他可就走了。对不起，如果石野裕通先生忙的话，可以先走。那些废铁是小川弄回来的，只有他能决定。自己这个老爹还算是机灵，看来以后就算是自己不在，也可以放心了。爸，什么事？小川，你可算是回来了。你是秦川，这批废铁是你弄来的？没错，石野裕通先生，您这大神怎么来了？咱们来阳钢铁厂这巧妙。石野先生只是听说了你们从国外回收了2手钢材，怕你们资金不足，最后断裂，所以特意来帮忙。你们可得多多体谅石野先生的良苦用心。刚刚不是说路过吗？现在又成了专程了，而且还专程来要 AK27钢。你是石野先生的翻译，还是他的秘书？你是咱们中国人，还是岛国人？还是中国人的外表，岛国人的心？是的，我们是为了这批钢材过来的，请多多关照。现在石野先生这般恭敬，你们也该感受到石野先生的诚意了吧？那些钢材你们本来也是当废铁收回来了，500美元一吨卖了肯定赚，你们就别磨蹭了。既然石野先生这么有诚意，那我们也就开诚布公了，3000美元一吨，你们要就都拉走。什么3000美元一吨？你这个愣头青！大官潘勇，请不要打扰我们的谈话，现在已经不需要你了。秦先生，3000美元一吨的价格太贵了，我们是诚心购买，1000美元一吨如何？3000一分不少，而且至少要买3000吨以上。秦先生，1000美元一吨，我们再把全世界最先进的直接还原炼铁法技术给你们，正好适合你们这种小型炼钢厂。您知道直接还原炼铁法吗？秦厂长，直接还原炼铁法可是神户制钢所最先进的炼铁方式，尤其是对于工业落后、能源短缺的国家最合适。石野裕通先生愿意把这种技术交给你们，这就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还不赶紧？石野先生，我们常用的是美国的短流程炼钢方式，我们的原料是废钢，不是海绵铁，对我们来说，这技术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贵方的直接还原炼铁法也没有成熟，里面还有严重的技术缺陷。你说什么？你这小伙子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们一个小小的民营炼钢厂也敢质疑世界500强的炼钢企业，你们有什么资格？咱们国家技术落后，这也是公认的。
不用说各种高性能的钢材，就是连个小小的圆珠比肩钢都炼不出来，这直接还原炼铁法更是……你也知道是咱们国家，刚刚听你那样说话，我还以为你是条十足的牧羊犬呢。牧羊犬啥意思？你放屁！金先生，你知道我们的直接还原炼铁法有缺陷，有什么缺陷？你们的这项技术并不能完全用煤来还原，还需要用一定量的天然气，是不是？水野君，不要听他胡说八道，咱们东方的炼钢技术根本就不能和岛国相比，咱们连个圆珠比肩钢都生产不出来。要是能生产出来呢？小小的圆珠比肩钢还能吹上天？我根据前世记忆指出，岛国神户钢直接还原炼铁法不仅不成熟，还存在严重缺陷，结果遭到翻译官潘阳的嘲笑。你这小伙子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们一个小小的民营炼钢厂也敢质疑世界500强的炼钢企业？咱们国家技术落后，这也是公认的。不用说各种高性能的钢材，就是连个小小的圆珠比肩钢都炼不出来。这有什么难的？咱们现在就能开炉炼一炉。要是炼不出来，那废钢就1000美元一吨，全卖给神户钢。要是炼出来，你就趴在地上学狗叫，连喊10遍你是牧羊犬。潘阳的拳头紧握，差点就要上来和秦川拼命了。好，就这么说定了。好，那就这样说定了。呵，我就不信你们能炼出来。秦川笑了笑，走向炼钢炉那边。秦建国大步流星地跟了上去。小川，你有把握吗？听说圆珠比肩看上去是个小球，实际上却很难啊。有什么难的？不过就是硬一些，容易旋转起来，加工时候的精度高一些嘛。对了，建设，你开着奥迪车出去买点东西回来，如果搞不到，就去海军那边让他们帮忙。原本石野玉通还说什么只来半个小时，还有其他的任务，现在啥都不说了，跟着一起走向炼钢车间。沿途他看到那些堆如山的废钢，目光中充满期待。王师傅、赵师傅，你们过来一下，把咱们这炼钢炉清洗一下。张哥、刘哥，你们打磨一下废钢表面的铁锈。你们要用这些废钢来炼圆珠比肩钢？是的，这些废钢有很大的用处，卖给你们3000美元一吨绝对值。后世东方炼钢量世界第一，但是主要产量是粗钢，污染大，能耗高。岛国等国的企业干脆直接从东方进口粗钢，然后也炼成高附加值的钢材，再卖到东方来，大赚特赚。小川，这里面的热电偶断了。小川，这里面的热电偶断了，把这偶丝对折一下就能用了。对折，没错，从断裂的地方对折一下还能继续使用，但是热测温就不准确了吧？这东西可贵着呢，咱们得省着点。至于温度，秦川扫了石野玉通一眼，没继续说下去。赵师傅立刻明白过来，这来的人肯定是要当面看着的，否则就会说咱们作弊。但是怎么才能防止他们学到工艺？现在热电偶不准确了，他们要是记下了现在的温度，回去尝试的话肯定会失败的。至于小川，既然让对折，应该知道了对折之后的温度对应关系吧？2个小时后，废钢被全部装进了炼钢炉。莱阳厂是个小厂子，一炉只能炼20吨。此时看着那些宝贵的甲板钢被塞进去，石野玉通有些心疼，也有些期待。秦先生，只把这些钢材融化就能冶炼成比肩钢吗？当然不是，还得加入一些稀有金属来调配内部的成分。那么需要加什么？这当然是秘密，你想知道？秦川，把你们的生产工艺说出来，让石野先生给你们指点指点，看看有什么疏漏和需要改进的地方。咱们东方可是热情好客的，别给咱们国人丢脸。不知道有多少先进技术就败在这些人手里了。当年咱们的光刻机并不落后，研制出来之后开了个展览会，外国人来了，爬上爬下，问这问那，而咱们则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结果先进的技术被外国人学会了，以前也就算了，那些人也没啥知识产权的意识，现在还这样想，那不是蠢就是坏。牧羊犬就是牧羊犬，真正丢脸的是你。我原本也打算告诉石野先生的，你这样一说，我就改变主意了。石野先生想要知道，那就拿10万美元来买。感受到了周围人的目光，潘阳更是愤怒了。刚刚想要开口，却看到石野玉通拿出来了支票本。好，给你10万美元。什么？石野先生，他是骗您的。在东方，很多人都喜欢吹牛，不像岛国那么实在。秦川，你敢拿吗？10万美元的金额够吃花生米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石野先生是在用10万美元来当学费，学习我们的这种钢材配方。你这个翻译人员一点世面都没见过，10万美元买个配方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潘阳，请你闭嘴。秦先生，请介绍一下这些配方。现在常用的材料是碳化钨，这东西太昂贵，所以咱们也可以用合金钢来代替，只是需要在里面增加一些稀有元素成分，其实也没什么，就是钛和镍。至于原理，你是炼钢厂过来的，应该也知道，不过是让融化的过程中，这2种稀有金属进一步和钢材中的碳发生反应，生成碳化钛和碳化镍，这2种化合物会改变钢材的性质，让它变得更加坚硬。此时的秦川俨然成了冶金专家，就算是他用汉语说出来，秦建国他们也听。现在叽里哇啦的说岛国话，更是有一种高深莫测的派头。没错，是这样。当然了，火候的控制很重要，如果加的时机不合适，一旦钢材中的铬和碳先发生了反应，就会生成碳化铬，这东西可是会破坏金铬的。是的，这些稀有金属的加入时间也有讲究，不知道什么时候加入更合适。今天的天气真不错。石野玉通很聪明，很快就反应过来了，再次拿出支票本，刷刷的又写了10万美元的支给秦川。秦先生，我想要知道具体含量，
以及放入的时机。那个，这怎么好意思呢？咱们东方人是最热情好客的，客人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钱什么的太见外了。不过这毕竟也是你的一番心意，我就收下了。1吨废铁加入600克的钛，350克的泥，为了均匀混合，需要加入粉末。川哥，买回来了。就在此时，外面传来了李建设的声音，他手里拎着2个袋子，看上去沉甸甸的。放到咱们的磅秤上，炉子里正好装了20吨，所以钛需要加12千克。秦川一边说，一边走过去亲自操作磅秤。走，石野先生，咱们接下来去演练，什么时候放？咱们得看时机，照师傅点炉子。20分钟后，1250度先放钛，1300度再放泥，保持这个温度进行氧气吹出搅拌。石野玉通没有了刚刚的沉稳，直接掏出来了笔记本，飞快地记录着步骤。反正刚刚已经花了20万美元，秦川也说了，这笔钱就是来买工艺的。现在当然要记录了，各种配比、各种温度数据、各种操作步骤，仔细的记录下来。固溶处理，温度保持在1300摄氏度上，注意稳定化处理，温度要慢慢降低，电炉功率调到1/10。很多步骤，哪怕是练了半辈子钢材的老师傅都没听说过，完全就是两眼一抹黑。但是石野玉通却非常兴奋，他有预感，秦川应该是早就掌握了这种功，否则一个个的步骤进行的这么有条不紊。难道他从老毛子那里弄到的技术？不管怎样，现在技术已经到我手里了，等到把钢材卖回去，也可以开工造一炉试试。注意，准备出炉，准备好拉丝机。拉丝机开始工作起来。其他人没操作过，只能看着秦川一个人上下忙活。当看到那亮晶晶的钢丝出现在眼前的时候，所有人都睁大了眼睛。我根据前世记忆造出了中国第一批圆珠比肩钢。当看到那亮晶晶的钢丝出现在眼前的时候，所有人都睁大了眼睛。好，这圆珠比肩钢已经造出来了。你说好就好了，谁信啊？这钢丝能达到圆珠比肩钢的水平吗？当然是接受严格的测试了，先截取一段下来。此时赵师傅拿着钳子，用刃口夹住钢丝，然后用力割崩，钳子的刃口上出现了个豁口，所有人都惊呆了。这钳子可以加8号丝，也就是直径4毫米的钢丝，而眼前这种直径只有1.5毫米，这么细的钢丝居然没夹断，还被崩坏了刃口。哎，咱们国产货就是不行，要是岛国生产的钳子，肯定一下子就剪断了。你这个翻译怎么不长脑子？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钢丝太硬？没错，这种钢丝的硬度肯定达标了，模式硬度应该在9.5以上，维氏硬度在2600以上，这和金刚的硬度超过了碳化物。太强了，那些废旧钢板买回去，这样重新加工之后，不仅仅能做圆珠比肩钢，还能做装甲钢，用处大大的，3000美元1吨也可以卖。也就是说，我们这种比肩钢已经成了？不，当然还没有，这只是钢丝，又不是圆珠比肩。这钢材是否合格，还需要经过严格的测试，尤其是还要做成圆珠笔，经过实际测试才能知道是否合格。石野先生，您觉得呢？要是按照他说的那样，先去测试个10天半个月的，我们也无所谓。不过什么？听说最近货币贬值的厉害，哎，那些人随便印钞票，搞得现在钱都不值钱了。我原本说的3000美元1吨的价格，指的是现在就签署合同，如果再过几个月，那价格估计得5000美元1吨。说完，秦川用手无意识的来回掰钢丝，1下、2下、3下，掰了10来下，终于把刚刚用钳子夹不断的钢丝给弄断了。这一段样品，您可以拿回到岛国去找最专业的机构测试。石野玉通睁大了眼睛，1下、2下、3下，掰了10来下，终于把刚刚用钳子夹不断的钢丝给弄断了。这一段样品，您可以拿回到岛国去找最专业的机构测试。石野玉通睁大了眼睛，越硬的钢材就越脆，这是每一个从事冶金工业的人都知道的现象。秦川看上去只是无意识的掰钢丝，实际上却展示了这种钢材足够高的韧性。有硬度，有韧性，这种钢材哪怕就算是不能当圆珠比肩钢使用，也有其他很多用处。这批老毛子的钢材果然有大用，不用的，这种钢材质量一流，咱们很满意。你们来洋厂让我大开眼界，没想到这山沟里还藏着这样一流的钢铁厂。多谢夸奖，你们岛国的很多企业也都是小型企业，但是依旧有着先进的产品。秦先生，就按照您说的价格，3000美元1吨，我们买5000吨。在场的其他人听到了这个消息，全部都兴奋起来。200美元1吨买的，买了近3万吨，现在转手卖5000吨，就卖了3000美元1吨，1500万美元，折合成人民币过亿了。轻轻松松一个小目标完成，虽然煤气罐也赚不少钱，但是要加工啊。而现在只是倒腾一下就赚了这么多，小川真是太厉害了。潘阳是吧？愿赌服输，接下来该怎么做？你应该知道了。小川哥，我刚刚不过是开玩笑的，不用当真。石野先生，我们刚刚是在开玩笑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算了，都当做一个玩笑好了，合同啥的就算了，咱们刚刚就是图个乐呵。八嘎，潘军，我们是在做生意，最讲究诚信，怎么能说话不算数？你既然刚刚同意了，那现在就得做到。秦厂长，做人流。做人流？你一个大男人，做什么人流？最多就是做个结擦，不过做什么都不管用，是个老爷们就说到做到。如果不是个男人，那就拉下裤子来，只要让咱们看到裤裆里没有卵带，那就算了。
好，我做。潘阳2只手趴到了地上，低着头打算喊10遍，没想到一个话筒慢慢的递到了他的旁，他抬起头来，瞳孔瞬间放大。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站在距离他4、5米的地，肩头扛着一个摄像机。此时李建设已经打起来了补光灯，装备算是齐全了。托尼老师调好焦距了吗？没问题。3年前我家老头子刚刚买这东西，我就会弄了。秦川，你这是在干什么？不干什么，留个纪念。不行，我不同意。刚刚打赌的时候可没有录像这个条件。那刚刚说不准录像了吗？当然也没有。那不就结了？你到底想要拖延到什么时候？石野先生，八卦，快的，八卦，快的。潘阳又跪了回去，把脑袋缩了下去，小声的开口：“我是牧羊犬，我是牧羊犬。”潘阳，别忘记了，你身体里流的是炎黄子孙的血液，你当翻译不是给外国人蹬狗腿子，不是在自己人面前耀武扬威，你给外国人卖命，也随时会被外国人给卖了。希望你记得今天这一天。行，我们现在可以签署协议了吧？当然没问题，签合同的时候付1半定金，等到装船出关前交另一半的尾款。这笔资金我们神户制钢所并没有提前准备，所以需要一些时间。这点资金都没有，你们神户钢不是世界500强吗？没错，当然是，但是我们的生产也都是有计划的，流动资金也都是有计划的，暂时并没有这个收购废铁的资金。我们先付100万美元，如何？好吧，100万就100万，但是咱们得说好了，如果你们要是不买了，这定金可是不退的。当然，我们既然签署了，就是一定会买的。走，咱们去签订合同，产品名就叫做38毫米厚度的拆船钢板，如何？合同拟定，石野裕通又写了100万美元的定金支票，这买卖就算是成了。正好大家伙的肚子都饿了，于是秦川做东，在县城最好的饭店宴请他。石野裕通吃过饭才踏上返程，时间也已经到了晚上11点。又是忙碌的一天啊，爸，接下来。话还没有说完，就看到一辆帕杰罗很快就开到了跟，在犀利的刹车声中停了下来。小川，二叔，你咋来了？岛国人呢？走了。合同呢？签署好了，咱们又给国家创汇过1000万美元。你小子闯大祸了，没有和海军相关部门申请，你们居然就要把最重要的航母装甲钢板卖掉？按照合同，该赔多少赔多少吧，总比进去了好。哎，就当做是教训好了。二叔，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我能误会什么？小川，这个世界很复杂，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虽然废钢都是你们莱阳厂的，但是关系重大，尤其是航母甲板钢，你知道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你们要是自己用了还好说，现在却把这批钢材卖给了国外，这……二叔，你误会了，我们签署的合同只是卖38毫米厚度的二手船用钢铁，并没有指明是航母甲板钢啊。换个马甲没用，不是换马甲，压根就不是航母甲板钢。爸，船上的废钢都卸下来了，那船壳你们就没测过吗？这下秦建国等人也都愣住了。重生回到1993年莱阳钢铁厂，我将国家极为重视的航母装甲钢板卖给岛国神户钢。海军总部的二叔得知后，神色凝重地赶了过来。你小子闯大祸了，没有和海军相关部门申请，你们居然就要把最重要的航母装甲钢板卖掉？按照合同，该赔多少赔多少吧，总比进去了好。哎，就当做是教训好了。二叔，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我能误会什么？小川，这个世界很复杂，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虽然废钢都是你们莱阳厂的，但是关系重大，尤其是航母甲板钢，你知道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你们要是自己用了还好说，现在却把这批钢材卖给了国外。二叔，你误会了，我们签署的合同只是卖38毫米厚度的二手船用钢铁，并没有指明是航母甲板钢啊。换个马甲没用，不是换马甲，压根就不是航母甲板钢。什么？船上的废钢都卸下来了？不过38毫米厚度，只有甲板钢一种啊。小川，你是打算让咱们把那些更厚的钢板进入轧钢机，压制成38毫米厚的？这样的话，表面的铁锈就没了，不像是二手货了。爸，船上的废钢都卸下来了，那船壳你们就没测过吗？秦建泰也来到了沙滩上，看着准备拆解的船只。咱们海军也需要先进的补给船，如果这艘船能留下来就好了。二叔，既然按照废船买回来的，就得拆成废铁，咱们得有良好的信誉，这样到了以后，咱们去买瓦良格号废铁，人家才会相信啊。1个星期之后，当石野裕通带着钱来的时候，沙滩上已经没有那艘船壳了，彻底变成了废铁。石野先生，为了方便运输，我们把钢板重新进行了分割，变成了小块，全部都是38毫米厚的钢板，您再检查一下。不用检查，秦总，我们相信你。现在，请你们立刻组织运输吧。3天之后，钢板运到了距离最近的青岛港口，顺利通关。莱阳厂也顺利的拿到了1000多万美元的尾款。1000多万美元，这么简单就到手了。在以前，咱们绝对没想到厂子能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李叔，国外的归我，国内的归你，圆珠笔厂联系的怎么样了？早就把样品送过去了，不过他们得走流程，做出样品来还得实验，估计也快了。魔都风华圆珠笔厂，魔都风华圆珠笔厂，一台机器正在飞快地转动着，机器带动着纸袋，纸袋上面离排5根。2900米、3000米、3100米、3200米，停，没墨了，笔记依旧清晰，没有落墨现象，笔尖依旧良好管转，没有丝毫磨损的迹象。
这比尖钢的性能不低于我们从岛国进口的钢材，甚至质量更好。立刻通知莱阳厂，他们手里的货我们全要了，而且希望他们以后继续给我们供货，每2个月给我们炼一炉60吨，就够我们2个月使用了，价格只有进口价的一半。是，对了，刘科长，外面有几个记者还在等着我们比尖钢的结果呢，我这就去告诉他们。他们莱阳厂不过是个小型炼钢厂，这圆珠比尖钢是高科技，全球只有2个国家能造，他们造的比尖钢绝对不合格。等到检验结果出来了，你们得进行如实报道。这社会上浮夸的风气盛行，得好好的打压一下了。潘子，咱们都是老同学了，你放心，咱们一定会客观公正的报道的。潘阳不自觉地握紧了拳头，莱阳厂让他受了耻辱，他也要让莱阳厂名誉扫地。刘科长，您可算出来了，测试结果怎么样？是啊，莱阳厂生产的比尖钢质量合格吗？合格，甚至比外国生产的质量还好。我们厂决定了，以后不从国外进口了，就用国产货，价格便宜一半，质量还很好。记者同志，你们接下来也得给我们好好宣传宣传，这可是个大新闻。我们上级领导早就说过了，钢铁产业不能贪大饼，要重视质量，要发展优质钢材，这是个正面典型，我们一定会大力报道的。快，把电视机抱出来，放在大门口的台子上。秦厂长，这是干啥啊？要让咱们看电视，这时间段正好是新闻联播，这是让咱们了解国家大事嘛，咱们听听就行了，守行还得干活呢。不，大家伙都过来，咱们厂要上电视了。所有人都兴奋地跑了过来，很快电视机下面就围起来了里3层外3层的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中小型炼钢厂也有金凤凰，莱阳钢铁厂生产的圆珠比尖钢成功打破了国外垄断。新闻联播，咱们厂还能上新闻联播，这下咱们厂出名了。秦厂长，等到今年年底，咱们是不是能去首都参加全国钢铁会议？那是当然，到时候让小川去。咦，小川呢？喂，我说你们也太不地道了吧！这巴比奇先生是我请来的，怎么就被你们给忽悠走了？你们给巴比奇先生开工资吗？开工资也不行，咱们厂马上就要开工造钢索了，这钢索有什么用处，你们也是知道的。巴比奇先生当初可是说过，要亲眼看着咱们生产的。明天咱们就正式开工，你们要是不把巴比奇先生送过来，以后他翻起旧账来，可不是我们这边的责任。川哥，什么人敢把巴比奇给拐走了？我和老头子说一声，把他给要回来。701所所长，701所是什么所？我家老头当年也是派出所的所长，全国第一的船舶设计研究所。卧槽！岛国检测室内，石野裕通拿着一块被切割下来的铁块，看着测试出来的数据，差点晕了过去。38毫米钢被拉回来之后，他就立即让技术人员开炉，根据自己在莱阳钢铁厂记录下的制作工炼制圆珠比尖钢。没想到足足扔进去2000吨钢铁都宣告失败，但他始终没有怀疑过是废钢的问题。但是该尝试的都尝试过，所以接下来就测试了一下钢材。屈服强度360兆帕，硬度。仅听到这一个数据，石野裕通就反应过来了。这些废钢有问题，这些废钢绝对不是航母甲板钢。甲板钢的700-800兆帕的高强度钢材才能承受铸件载机降落的冲击，这种钢材的屈服度只有360兆帕，也就是建造普通军舰用的低级钢材而已。该死的，居然是废钢的问题！莱阳厂居然弄了一些废钢来糊弄自己，立刻给我订机票，我要去东方。我根据前世记忆，用废旧 AK-25 钢材冶炼加工航母阻拦索。当滚热的钢丝从小小的莱阳钢铁厂的拉丝机里拉出来时，就算是毛熊国的航母之父巴比奇也惊讶起来。秦，你什么时候研究的这些工艺？这当然不是我研究的，是金属研究院的老专家们捣鼓的，我不过是花钱买过来了配方和工艺。拉了整整2炉钢丝后，接着开炉又拉另一种粗细的钢丝。从早晨到晚上，全部都在拉钢丝。拉好了之后，运到海边的厂区，等待着上河神机。此时，一起陪同巴比奇过来的助手张扬忍不住了：“秦川同志，巴比奇先生对我们的项目很重要，他在这里看了一天的拉钢丝也没啥用，要不要把他放回去？”巴比奇是我请来的，你们把他拐走了，现在他好容易回来一趟，你居然还说没用？咱们现在可是在造阻拦索，也是为了你们的工程，你们要是不支持那就算了，咱们也不搞了。别，川哥，鬼子又来了，那家伙看起来是气急败坏的样子。你见他吗？当然，咱们是问心无愧的，当然要见。我去会他，你也做好准备。抗议！我抗议！你们莱阳厂居然敢欺骗我们！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你们做生意不讲诚信。石野先生，您别激动，消气，来喝口水。到底是咋回事？怎么回事？你们心中清楚，居然给我们提供假冒伪劣的钢材。石野先生，你一定是搞错了，我们提供的是废钢啊，船用废钢，这东西还有假冒伪劣？难道那些钢材是土克拉？石野裕通从公文包里拿出来一块样品。那自然不是，我们测试过了，这样品的强度只有300多兆帕，根本就不是那些航母甲板钢。石野先生，
我们当初没说是航母甲板钢吧？我们签署合同不就是38毫米厚的废钢吗？石野玉通脸色涨红，这种事怎么能用在明面上说？分明就是你们做了手脚。我也不知道这38毫米厚的废钢究竟是什么钢，从老毛子那里买回来的时候就是混杂起来的。不过我敢保证，我们是按照合同办事，把我们手头的相关废钢给了你们，我可以对天发誓。当初老毛子的确是把废钢混杂到一起了，难道其中有一部分钢材也是38毫米厚的？但是不是甲板钢？警方一股脑扔进炼钢木，然后就出了意外。哼，总之我们就是被你们骗了，我们要求赔偿。石野先生，我们都是按照合同办事的，你们这种无理要求，咱们可不答应。你们如果实在觉得亏，那就把废铁给我们拉回来，不过来回的运费你们出。退回？开什么玩笑？已经有3000吨的废钢进了炼钢木，变成了质量最次的钢板，当普通钢板卖都有问题。我说你们是不是工艺出了问题？咱们按照同样的工艺冶炼一炉成一炉啊，怎么到了你们那边就是废铁了？难道真是工艺有问题？你们的工艺哪里来的？就在此时，秦川突然眉头一皱，3步并作2步的跑向窗户的方向，就想要拉上窗帘，没想到用力过猛，窗帘从一侧拉到了另一侧。他这动作引起了石野玉通的注意，他和带来的助手一起看向窗外，那里停着一辆奥迪车，此时正有人上车，虽然只看到了背影，但是身材高大，头发金黄。老毛子，他们来洋厂有老毛子当技术顾问，难怪懂得把这些钢材重新冶炼。既然这样，那我们也找老毛子去。这些钢材都是乌拉尔山那边的炼钢厂冶炼的，只要高薪挖个老毛子的工程师过来就行了。川哥，你太厉害了，这么简单就把小鬼子给骗走了。多亏了巴比奇老兄，一会儿多和他喝几杯。昨晚巴比奇和秦川喝了个痛快，不过今天早晨依旧准点起床，继续看阻拦索的制造。在编织的钢丝绳的时候，也是有很多讲究的。后世的合绳机都是电脑控制，调节方便，现在都是手动控制，完全看老师傅的手艺。在编织钢丝绳的时候也是有很多讲究的，尤其是拉力的调节，拉力小了钢丝绳会松，拉力大了钢丝绳绷得太紧会早期断裂，具体的拉力调节。合绳机发出嗡嗡的声音，大中小3种不同的钢丝被编织到了一起。巴比奇在旁边看着，目光中神采奕奕。这阻拦索有了，航母的技术准备就更充分了。至于航母钢板，估计你也有本事造出来。对了，航母锅炉，对啊，锅炉呢？当初用锅炉摆了一道东风机械厂，后来锅炉弄回来，我又忙其他的事情了。不过滨城锅炉厂的于红星好像还没走吧？于叔呢？3号车间这几天一直都在那喽。巴比奇先生，咱们过去看看锅炉。此时3号车间内摆着2个大木箱，其中一个锅炉已经被拆开了。于红星蹲在旁边，手里拿着游标卡尺测量着数据，测一个就在一旁的绘图纸上记录一个。只不过在测量的时候，他还不由自主地摇头，不知道在叹息什么。于叔，这测绘图纸画出来了吗？正在画。不过这锅炉怎么了？这锅炉使用的高压管道，我们国内没有。当年咱们按照苏联的 YMTY2597-54 高压锅炉管标准，制定了咱们国内的 YB529-65标准。之后咱们国内生产的锅炉管道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的。没想到这老毛子的标准居然变了。标准并没有变，只不过随着锅炉技术的提升，我们又制定了新的标准。如果按照西方的标准来对比的话，这属于 P92无缝钢管。在高强度合金钢材方面，我们国内还是太弱了。如果我们要仿制的话，那就只能从国外采购。我记得神户制钢所就有这种级别的钢管，但是开什么玩笑？神户钢就算是没有最近坑神户钢的事件，就凭这货数据造假的恶名，自己也不能上去求购啊！我还以为是啥呢，原来是 P92。没事，等忙完了咱们造一炉。什么？这你都会？秦，你能造这种钢材？能啊，不过不能用这批废钢，里面的镍含量太高，我需要用国内炼钢厂生产的粗钢，鞍钢的粗钢最合适，只要精炼一番就能做到。好，我帮你去协调。于叔，你先在这里测绘，测绘好了再去协调也不迟。不，没有合适的钢材，这锅炉就无法测绘仿制出来。我还是先看到这种 P92后壁管造出来才会放心。我现在就去首都找领导。首都？我派车直接送你过去，不用坐火车了。建设，你跑一趟。于红星风风火火地走了。我用前世记忆制造出航母阻拦索，并安排工人在厂房里吊起100吨钢材做拉力和抗疲劳测试，然后恰巧被前来参观冶炼 P92合金钢的高炉人看到了。去厂房是做什么？那些钢材是你们在耍杂技吗？不，那些钢材恐怕有上百吨了吧？你们那么细一根钢丝绳就能吊起上百吨的钢铁来，那是什么钢丝绳？上帝啊，我赌他肯定能当阻拦索。美国人开价155美元一根的绳子，如果从东方这里买，各位朋友，你们看上我们的钢丝绳了？这东西很贵啊，每根100米的钢丝绳售价50万。秦建国满脸自豪地看向自己的儿子。其实秦川也不是超人，他知道历史的大致走向，却也不可能精确到每一个人。现在的无缝对接还真是运气，重生后他的运气就格外好。你就是秦厂长的儿子？你是厂子里的冶金专家？没错。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出国深造过吗？加里敦大学修理地球系。加里敦？没错，
阿列克塞是我的同学。这幽默风趣的回答，把一旁负责翻译的人都给逗笑了。这次来的是个女翻译，20岁左右，青春靓丽，穿着一身得体的西装，衬托着苗条的身材。随后，秦川带着他们一行人来到生产车间，高卢人的眼睛又睁大了。3种不同粗细的钢丝被编织在一起，结构和美国的阻拦索完全一样。你们怎么想到用3种不同的钢丝来编织的？客户要求钢丝绳能承受85吨的拉力，我们经过了反复研究，找到了这种方案。怎么了？85吨？什么客户？不知道，我们不打听客户的事情，我们只是按照他们的要求研制生产，然后装船出海。你们的客户是外国人？对啊，别看我们钢铁厂规模不大，但是我们主要做外国生意。这个客户1年订购一次，每次订购100卷，每卷400米。每卷400米，那一卷就正好满足尼米兹航母一次使用。美国西来修航母1-2个月换一次阻拦索，正好需要100卷。不过这次客户很奇怪，多要了10卷。多10卷，那不正好是我们高卢的订单吗？美国人开价150万美元一根，一卷4根就是600万美元。我们原本只打算订2卷先用，但是美国佬不同意，得批发一次10卷。没想到美国人居然是从这里订货，50万购买，转手就卖150万，坑，真是太坑了。看着高卢人不愤怒的表，秦川就知道自己的挑拨起作。秦先生，我们能从这里订货吗？我们先买一卷。当然可以，我非常喜欢和高卢做生意，限制少，而且这次又是愚公带过来的，那我们就是朋友。对了，你们买这东西做什么？做那个美国人买回去做什么？他们说用在吊车上，我们也用在吊车上。哦，原来如此。看来这吊车至少是500吨级的，甚至还可能是上千吨级的。各位既然要买，那我们就去签合同，你们付一半的定金，等通关的时候再付另一半。这卷本来是给美国人生产的，你们既然要，那就先供应你们。好。罗荣光、郭向阳、于红星，此时他们都有些懵。咱们来这里是干嘛来着？是高卢人坚持要来看 P92钢的吧？现在高卢人怎么看上了这里生产的钢丝绳，还当下就要买一卷，200万美元的生意就这么做成了，只是一卷钢卷而已。爸，把咱们的支持合同拿过来。阿贝尔也没犹豫，签合同写支票当定，一气呵成。李叔，收好支票。各位客人，为了庆祝我们合作愉快，我请各位去我们莱阳县最豪华的酒楼吃一顿。等等，咱们来这里是干啥来着？炼钢 P92钢材。对啊，咱们是来看这里炼钢的，现在怎么把这件事给忘记了？秦先生，我们听说贵方这里能冶炼先进的 P92钢材，所以想要亲眼看看。好啊，当然没问题。咱们连这种先进的钢丝绳都能造，更不用说那种简单的钢材了。咱们先去庆祝，庆祝过了再说。我这肚子还咕咕叫呢。酒桌上，秦川跟阿贝尔他们款款而谈，一旁的女翻译好奇地打量着秦川。她见过很多人，见过很多事，还没有见过秦川这么年轻就能和外国人谈笑风生的。秦，你很有能力，想不想去我们高卢发展？去高卢发展？阿贝尔先生，感谢厚爱。你们阿尔斯通公司是国际大公司，世界500强，请我去做 CEO， 这怎么好意思呢？不，我们没有打算请您做总裁，我们没这个权利。我们想要请您去做工程师。我来洋厂虽然小，但是在这里我说了算。去你们那里，我就当个普通的工程师，那有什么意思啊？不干。秦先生，您刚刚也说了，我们是国际大公司，世界500强，在我们这里有更好的发展前途。再大的公司多当一把手就没意思，而且咱们也不用羡慕别人，再过10年，咱们莱阳厂也是国际大公司，世界500强。同一个桌子上的罗荣光、郭向阳、于红星等也都用复杂的目光看向秦川。难怪他能带着莱阳厂发展壮大，这胸怀这眼界，很多国企老总都比不了啊。酒足饭饱后，秦川一行人回到厂里，工人们正把粗钢运到炼钢炉里。秦工，你真的能给炼出优秀的 P92合金钢来？这批粗钢的质量不错，经过咱们的精炼之后，应该可以。咱们一直都想要研制超临界机组，就是这个 P92钢的问题无法解决。只要你们能生产，以后咱们就能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不行，为啥？目前咱们只有这一个60吨的炼钢炉，咱们要炼比肩钢、高强度钢索，这炼钢炉就要满负荷运行了。咱们炼 P92支打算自己用，可没有多余的产能。这好说，海边地方那么大，完全可以再造个炼钢炉，弄个200吨的大炉子，国内1重机和2重机都能造。想从国外买，咱们帮忙协调外汇。至于需要的鞍钢、粗钢，要多少有多少。200吨的炉子太小了，至少要300吨的炉子。不过这炉子不算什么大问题，关键是电力供应。自从建国后，电力供应从来就没有充裕过，家住农村的人更是深有体会，几乎每天晚上都停。小川，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这电力缺口的问题，咱们坐下来一起想想办法。还能有啥办法？电力系统发不了这么多电，难道还能咱们自己发？电老大的饭可不是谁都能吃的。自己发电，难怪秦川要让3叔4叔去开煤矿，不仅仅能炼铁，还能开发电厂啊。
这发电肯定也早就在秦川的计划之中了。不过他不说，让这些首都来的人主动帮忙，这话术实在是高。对，你们厂实力雄厚，完全可以自己配套发电厂，这手续不难。上级已经做了决定，允许高能耗的企业自备发电厂，自发自用。没错，你们可以建个烧煤的发电机组，手续咱们帮忙办。没错，咱们滨城锅炉厂就有现成的。你们要多大的？咱们大概需要30兆瓦吧。所有人都睁大了眼睛，就连秦建国都惊呆了。我带着2个克格勃出身的保镖，开着虎头奔来到大毛的太平洋舰队基地，准备买艘核潜艇，解决我国电力能源短缺问题。秦老板，我们直接开进去吗？当然不行。于是李建设拿出来了10美元的钞票，递到前面。安东尼娜微笑接了过来。站岗的卫兵大踏步地走过来，进了个礼，然后弯腰看向车窗，车窗缓缓地打开了一条缝，然后里面伸出来一张绿币。卫兵顿时就是眼前一亮，飞快地接过来，塞进口袋，然后又进了个礼。真没想到，舰队基地这种要害部门，居然只要花10美元就能进来。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应该至少有1年没拿到工资了，能继续在这里站岗放哨就不错了。这些都是值得尊敬的人，我喜欢这里。伊万以前来过这里，所以熟门熟路的开到了办公楼下面。你们等着，建设，你和我上去。好，秦老板，如果需要的话就叫我上去，只要是男人我都能征服得了。安东尼娜露出了一个甜甜的笑容。李建设拎着手提箱，跟着秦川一起进入大楼。川哥，咱们到底来这里做什么？这里好像不生产锅炉吧？我们买一艘核潜艇回去，改装成海上浮动核电站。什么？这东西绝对不是普通人能买的啊！估计和老毛子一说，对方就会叫卫兵过来，把我们带到某个小黑屋，严刑拷打，还回得去吗？想到这里，李建设感觉到腿肚子有些发抖。站住！你们找谁？有预约吗？我们找伊戈尔舅舅。哪个伊戈尔？伊戈尔·尼古拉耶维奇·赫梅利诺夫。我们从中亚过来的，带了一些本地特产。你们要找司令？川哥，你舅舅啥时候变成老毛子了？你这牛皮吹上天，咱们还能回得去吗？我舅舅已经是司令了吗？我记得89年的时候，舅舅路过我家，进去和我们吃了一顿饭，当时才只是少将而已。既然是司令的亲戚，那直接上去也行。舅舅，办公室宽大，正中央的办公桌后面，一个50来岁的老将军抬起头来，目光中带着惊愕。他的确有个妹妹嫁到了中亚，然后就成了另一个国家的人。他也的确有个外甥，但是绝对不是眼前这个人。舅舅，好久不见，我来给你送点家乡的土特产。建设，快把手提箱拎过来。赫梅利诺夫站了起来，目光阴沉地看向进来的2个人，一只手伸向了办公桌下面，那里有一把马卡洛夫手枪。不过下一秒，他的眼睛就睁大了，跟着脸上露出了笑容。李建设已经打开了箱子，拖着箱子走过来，那里全部都是绿油油的美元。这一个手提箱就是100万美元，这么多钱，他们来做什么？舅舅，看咱中亚的土特产如何？还不错。你妈妈说了，想要带点什么回去吗？家里的电不足，所以想要买一艘核潜艇回去，改装成发电站。川哥，知道你胆子大，但是这也太大了吧！直接面对老毛子一个舰队的一把手，说要买一艘核潜艇回去，眼前这100万美元全部都是贿赂。把核潜艇改装成发电站，你这个想法很不错。你确定只是改装成发电站？那是自然。舅舅，我这几年在东方做生意，开了个钢铁厂。前段时间刚从2毛那边买回了几万吨钢材，打算大干一场，但是店里供应不足，所以就想到舅舅你了。好，如果只改装发电站的话，没有任何问题。你等下我打个电话。几分钟后，外面传来了敲门声。进来。司令，您叫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德米特里耶夫，为柳琴斯克基地司令。德米特里耶夫，这2人是我的亲戚，他们想要帮我们处理废弃的核潜艇。从咱们的基地里挑选一艘退役的、核动力系统还不错的交给他们，你这就回去吧。是。外甥，你跟着德米特里耶夫去维柳琴斯克吧，我还有很多事务要忙，就不跟你一起去了。是，舅舅，那我们就走了。这家伙果然是个老狐狸，钱他收了，活让手下的人去做，这样一来，以后就算是出了事，也能推得干干净净。而自己呢，贿赂完了和梅利诺夫，还得继续给这个德米特里耶夫好处。德米特里耶夫叔叔，我有件事想要请您帮忙。说只要能办得到，我一定帮忙。我那边有一批农产品和轻工业产品，已经积压很久了，也卖不掉。你要是有门路，等我回去了就发给你。当然没问题，不过我没钱给你啊。反正在咱们那边也卖不出去，叔叔，我先给你发过来，等到你把货物都卖掉之后再给我本钱就行。对了，你要是能帮忙协调一下运输，那就更好了。好，没问题，这个忙我一定会帮。出了办公楼的门，阳光有些刺眼，一个人影走来，身姿曼妙，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魅力。秦老板，您出来了，我们接着。你们可以回去了。秦川的话还没有出口，就看到身边的德米特里耶夫的目光盯着安东尼娜。是个男人都懂这个目光的含义。伊万开着车回去吧，需要的时候我再打电话。塔尼亚，你和我们去一趟。好，我们一起去。这位将军看起来好面熟啊。德米特里耶夫叔叔，这位是安东尼娜，你也可以叫她塔尼亚，我的秘书。塔尼亚，
这位是我叔叔。安东尼娜睁大眼睛。德米特里耶夫为柳钦斯克潜艇基地的一把手。德米特里耶夫叔叔，您是刚从勘察加半岛过来的吗？没错，德米特里耶夫叔叔是刚从勘察加半岛过来的。现在为了我们又要回去一趟，我们先出去吃点东西，吃饱喝足了，我们和叔叔一起回去。勘察加半岛上有什么？可以直接飞往美国的蘑菇弹，可以随时起飞拦截美国飞机的米格31，还有大量的潜艇。总之那个地方可不是普通人能去的，而秦川居然要去那里，他到底是什么人？难道是带着军方背景的？不管是谁也不好惹，而且自己不会再利用完了被灭口吧？酒足饭饱后，一行人来到太平洋舰队基地的驻地，而在基地后方靠着山脚的位置就有航空兵基地，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飞机在停机坪上风吹日晒，其中不少都生锈了。这次是为了核反应堆来的，下次可以用罐头衬衣什么的换几架飞机回去。带着倒爷的骄傲，秦川上了图104客机，机舱里很宽大。秦老板，那个德米特里耶夫去洗手间了，我需不需要把学校学习的技能拿出来？